OK，好，那我先就是直接用就是目前大家所看到的就是这个问题。第一个东西是之前的对话过的记录可不可以保留日后查阅？好，我先来看这个问题。答案是可以。大家有没有看到在这个地方我有一个地方可以拖？然后在这里就是所有我有问过的东西，所以你可以一直按 Show More。Show More 按完了之后，它上面就有一个，就你可以就一直往下看，所以它其实是可以查阅之前的记录的。所以第一个这个问题是答案是可以，这是做得到的。所以就是之前对话记录可不可以保留？答案就是可以，是没有问题。那一天有没有限制提问几次和付费跟不付费的差别差在哪边？那我大概说明一下，我先从付费不付费的差别这件事开始说起哦。付费不付费的它的差别其实只差在一个地方，第一个就是速度。那速度是真的有差的，我等一下就是用给大家看，大家就会发现，哇，真的就是速度上面其实上是很有差异的。那再来等一下，另外一个状况则是，就是登入的时候，就是如果有的时候使用量过高，那因为现在就是 OpenAI， 当然很多人用嘛，那很多人用就常常会有所谓的这个过载的问题。那在过载的时候，如果你是付费账号，你就可以非常非常快速的，就是你按一下，它就会透过一个 email， 它就会送给你一封登录的邮件，然后这份邮件你就可以快速的登录。所以其实付费好处是在这个地方。那目前付费它的月费是一个月20元，一个月$20。那我也是建议就是你就一个月付就好，因为我等一下其实会讲到，我觉得去 ChatGPT 之后后面会有很多更好的应用出来，我其实并不会建议就是你 ChatGPT 一次买1年，因为你可能买了1年，然后接下来就有更好的东西，这样很可惜。OK， 那再来下一个问题是一天有没有限制提问几次？它的1个小时里面是有一个固定的量，但是基本上付费之后，我还没有超过这个量过。那所以就是付费之后，我觉得它对于我们1个小时提问的次数也比较宽容。对啊，所以我觉得假设你有付费，一天限制提问几次，大概就还 OK。但是如果你碰到的状况是，假设你的内容里面，它每一天，假设你是没有付费的，那你没有付费1个小时，假设太多次，它会一次进你，然后一次进你就进1个小时。那对啊，所以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大概是这样。那再来下一个题目是学生的写作内容要怎么样辨识是否抄袭？这是一个超级好的问题哦。来，这我直接玩一次给大家看。OK， 那我就直接写 me a story anything will do。好，就是写一个故事嘛，然后什么都可以。好，然后他就开始写。你看，这个就是付费的速度，所以付费的速度真的是比较快的。付费的速度不但比较快，那英文又比中文快，所以你是英文付费的话，哇，就会非常非常快。好，那假如说在上面打 ChatGPT Detector，会看到这里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工具可以拿来 detect。好，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不是付费的，那你每一次你能够侦测的长度很有限，而且它的准确度也不会这么高。那我玩一个给大家看哦，来，这个就是这个它一次大概可以处理，也就是一次大概可以处理在1500个字左右。好，那我就大概先贴到这边。那贴完以后看到865字，那还可以再贴一点。好 ，OK， 那我看能不能贴完。看超过了400多个字，好，砍2段。1458，你看刚好在里面嘛，你再按一下 Analyze Text， 按下去，你就发现哇，你看81%是 Human Generated， 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哇，那显然辨识的状况不是这么好，对不对？好，但是相对而言，我可以贴一些其他的东西，因为这是 Write a Story 嘛，对吧？来，我来写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常见的，像这样。好，这个是我目前在学统计的时候，基本上我都靠 ChatGPT 来帮我忙，所以我用直接问他各式各样不同的研究设计的问题，好，把这个东西贴上去。好，137，你看啊，这个就很惨，对不对？只有2%是人类所产生的内容，那所以这个当然就非常不 OK。你如果把这个交上去，基本上被查到的机会就很高。我大概可以用这个样子的方式来讲，就是创意写作被抓到的机会，写诗、写小说、写故事被抓到的机会比较没有这么高。但相反而言，就是假设你写的是非常具有结构性的东西，被抓到机会超级高的。我再随便抓一些哦，
来，像举个例子，我就随便写个来，这 Natural History Group。好，那我觉得或 Quasi Experiment。好，那 Quasi Experiment 我就随便抓一段，这准实验设计。好，然后我一样把这准实验设计的东西贴上去。然后2021太长了，好，65，好，没关系啊，按 Analyze。像97，你看这个状况就很好，所以你看，你这显然你会发现一件事，我刚刚是直接贴给你看嘛，我显然可以证明给你看，就是你所看见的全部都是 ChatGPT 所产生的内容，但虽然是100% ChatGPT 所产生的内容，你却可以了解一件事，你可以了解的事情是，他在抓这件事情并不是100%准确的。那你当然会说，那有没有别的？有啊，OpenAI 自己有。好。那假设我用 OpenAI 自己的，你就会看到上面就有告诉你说这个东西要怎么写。但是你有没有看到这里？这里有写 Our classifier is not fully reliable， 所以它的侦测也不是100%可靠。那我可以很确定的跟各位报告，你看我就是随便贴，好，然后这边按 Analyze， 它就会分析出来。我想跟你报告的事情是，所有的文章，即使是 ChatGPT 直接输出的，能侦测的可能性也不是100%，这是第一个问题。那我跟你讲，那你看这个就完全写出几乎是 AI 分析出来，对不对？那我宁愿跟你说，你要怎么样闪开，不要被抓到。好，你不要被抓到的方式就是这样，或者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进行，可以更好的就是来做就是让这件事更有意义。我贴一段信给你看，这段信是我最近在 Minerva University 将会发表的一篇文章，它是一个部落格的文章。好，那你看哦，我现在一样用这个，然后把它放进去，来 ，OK， 好 ，OK，good， 好 ，great， 好，再来，没有问题。我一样回到 Graph and Goals 来，我一样再贴。然后我现在所贴上的这一段，这个是它的状况是什么呢？我想要先按分析，然后分析结束完以后，你看一下，然后我跟你解释一下我的这个东西是怎么处理的。好，你会发现它只有10%，对不对？但我要很确定的跟你说，我现在贴的这一段其实全部都是 AI 写的。那你会想，那 AI 写的为什么它单侦测只有10%呢？很简单，因为我给了它我想写什么，然后给了它我想写什么之后，我有列点列项，列完了之后，它再帮我把我想写的东西编成一篇文章。那用这样的方法处理，我几乎就可以讲，就是 ChatGPT 会抓到的样态，它抓到的可能性就很小。那这件事情大概也是一个比较健康的方式。我们大概不会想要我们的学生100%的全部都用抄的嘛，对不对？假设他就是用 ChatGPT 输出的内容之后，直接把内容全部都贴上去，那大概不是一个很好的处理方法。你大概也不会希望学生这样。但是如果学生是先写了一个大概，写完了之后再贴上去，那贴上去之后，请 ChatGPT 帮他把文字修得好一点，那状况就会变好。那状况变好，我相信对学生来说和对我老师来说，大概都是好事情。所以，就是这位先进所提出的个问题，学生写作内容要如何辨识是否抄袭？我想特别讲的事情是，就连 ChatGPT 自己的公司 OpenAI，它都没有办法保证，它自己都没有办法保证它的 detector 可以100%辨识了。我想我们在辨识这件事情，可能没有办法要求太多。OK，那这个就是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好，目前没有新的问题，那刚好我们也大概只剩下大概3分钟左右，今天要开始啊，所以我们就先等一下。那我先关上我的荧幕，那等一下我们先让主办单位先说话，谢谢。校长你好，在开会。对。在开会，OK，没事。你是总校的？是，对不起。OK，没事，好。怎么了吗？没有，我先给打个招呼到了。你好，不好意思，我这个很久哦，我这个2个小时OK，好，没事了。是 ，OK。
嗯，那个时间上好像要调整一下，应该是1415到1540，然后1540到1600，就是有2个数字要调一下，麻烦。我们现在在等待的时候，大家还是可以问问题，你可以放在讯息中或放在 Slido 都可以哦，谢谢。
OK，现在还有5分钟的时间，然后 Slido 有另外一个问题，所以这个问题我也顺便再来说一下。好，那这个问题它上面写的东西是课程之中什么时机点适合应用，然后使用时有什么利弊。我觉得在整个课程应用上，它有几个很适合学生使用的点。第一个是我们可以透过这个过程让学生去产出内容，然后自己去看内容去学习。但我们等一下会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它的资讯正确性大概有多少。等一下我们会谈一下这件事，然后这件事其实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好，那这是第一个可以使用的。家里面的作业当然可以使用，然后因为 ChatGPT 它有非常良好的提供 feedback 的功能，它可以提供很好的 feedback，所以我觉得其中一个做法事实上是你可以让学生先完成一个作品，让 ChatGPT 先提供它第一阶段的回应。那目前它的回应功能，我大概要先说一下，就我觉得它目前的回应还不是这么好，就它的状况还没有那么好，就是它的状况有时候回应状况是这比较浅层的，但我觉得这刚好就是人类还可以继续，我们还有价值的地方，我们还非常有价值的地方。那所以不管是写作文或者学生完成了一份报告，你可以让学生把这个东西先放上去，然后请 ChatGPT 提供建议，然后并且提供改进的方向。这件事情 ChatGPT 是可以做得很好的。那在课程之中，我认为学生自己学习、自主学习的时候使用 ChatGPT 是非常非常适合的。然后，但是等一下我们就会提到关于辨别好坏这件事，我觉得这个很严重。然后，这也是为什么我先做语言教学的原因。我觉得语言教学它至少目前产出的英文正确率是很高很高的。对，那所以我个人会这个样子建议。那关于其他的科目怎么样使用，我等一下有给出一些简单的 guideline，那我们可以从那些 guideline 下去进行。OK， 好，那再来这边下面有另外一个，等一下错误的那边我等一下会特别，我等一下会因为我等一下整个 section 都在讲这件事，所以这个我就等一下再讲。那哪些工作会被取代？我讲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概念。这就是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因为这个是我等一下没有讲到的东西。但是，假设我画一条线，sorry， 这条线是 ChatGPT 能力的基准线，是在这里。其实 ChatGPT 在很多领域的表现已经比很多人类更好。像举个例子，写英文的文章，他写出的文章很多内容事实上比很多的人都做得更好，都比他做得更好。所以这边是有一条线的，是有。那在这条线的过程之中，它的下面如果没有办法做得比 ChatGPT 更好的人，那他的工作都有被取代的问题。那相反的则是，如果可以比这条线做得更好的人，那他的工作就不会受影响。所以我们现在要努力做的事情是，我们需要想办法让大部分的人都可以跨越这条线，也就是他必须要能够做得比 ChatGPT 更好才行。对啊，只要没有办法超越那条线的，我个人的想法是通通都会被取代。好，再来，这里有一个问题，我想大概最后1分钟可以把这个问题把它回答完。是否可以说使用者是在为 AI 建立大数据？我认为所有的 AI 没有数据的状况下都不叫做 AI， 就是 AI 没有数据就不是 AI 了。所以在所有你在使用各式各样不同的软体的时候，其实你都在建立数据。你在使用 Google 的时候，你使用各式各样搜寻引擎，或使用各式各样社群媒体，所有的软体其实都在收集我们的使用数据。所以不只是 ChatGPT，actually everything is。那你说 ChatGPT 有没有收我们数据？100%有，绝对有的。那它未来会不会继续收？100%会，绝对会的。对啊，所以所有的 AI 一定都会收集使用者的数据。可以用这样的方式讲。OK， 来，那我这边先停止。那我们先等一下，要先欢迎校长，谢谢。有校长，我听到，谢谢校长。
非常非常感谢校长，谢谢校长。那学姐我就把荧幕拿过来咯。OK， 谢谢。好的 ，OK， 这样我荧幕出来了吗？有。OK good， 学姐瘦超多的。OK 好，那我们先专心完整演讲，等一下来叙旧。太久不见了，我变胖你变瘦，太厉害了。好，那大家好，我叫做李海硕，我是威格国际中学现在的总校长。那很开心今天能有这个机会，就是应我们的新竹时钟邀请，然后来进行这篇演讲。那在开始之前，先跟各位报告一下，我再把就是其中的一个概念把它贴到就是我们的现在的讯息区，那请大家参考。我今天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就是我用 Notion 来做我今天的 presentation， 因为我自己觉得在线上的演讲 Notion 的呈现方式是比较好的。那你可以直接点我现在在讯息区里面的连结，那你也可以直接扫这个 QR code。你扫这个 QR code 之后呢，我今天所有的内容你就可以全部都拿走。那我现在要就是在此宣布，就我放弃这我今天里面所有内容的智慧财产权。对，欢迎你可以随意分享，你也可以把自己东西改一改之后，然后把上面放上你的名字，我都不会在意的。原因是因为就是我有一个很深的信念，就我觉得此刻对我们而言，我们需要让更多人了解这个工具，那所以希望它可以有更多的传播。OK， 好，那刚刚非常感谢校长有对我有就是完整的介绍，因为对我完整的介绍，所以我的个人简介我这边就不赘述。那如果您对我个人的背景有兴趣，点进去会到我的 Notion page， 那里面就有我个人的背景，还有个人一些学经历啊，还有做过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演讲相关的比赛录影也都在里面，还有我在商业周刊的专栏里面也都看得到。OK， 好，那我今天的内容总共有哪些？我今天内容总共有这8点。我今天的这8点，第一个是前年我会先跟你说这堂课我会讲什么，那我不会讲什么。那我这堂课之后，最后还会建议你未来要做什么。所以第一个部分是就这3个，就是什么会有，什么不会有，然后未来还有什么建议。那再第二个是我为什么从语言开始，就有这么多领域，那为什么我先从语言开始？那我从语言开始，其实就是刚才很多先进他问到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正确率的问题。我为什么选语言？原因就是因为语言目前的正确率最高。我等一下会让你看各式各样 ChatGPT 给出蛮奇怪的回答，你就会知道他在其中的一些领域他是没有办法表现得很好的。我也跟慧典学姐报告，今天因为我知道你是数学老师，我今天选的第一个错误就是数学的。好，再来第3个就是指令以外的进阶操作，就是这边我大概就会讲出一些基本的操作方式，还有就是在教育里面可以有什么样的运用。那再来就是指令以外的进阶方案，就是假设你要变成一个 advanced user， 那我个人有什么样的建议？我觉得用什么样的方式处理，你可以很快的产出比别人好很多的内容。那这是我的第3个要谈的东西。那第4个则是我今天其实最主要是谈，我觉得第4个部分和第5个部分和第6个部分，这3个反而是我自己觉得最重要的。我的第4个部分和第5和第6在谈的东西是，我相信科技会改变，然后这个世界也会改变，但是我的4、5、6在谈的东西是，我认为什么东西是接下来的30到50年之内不会改变的东西。那这些不会改变的东西在教育场域对我们其实会有更深远的影响和更重要的意义。所以我的4跟5跟6这3个都是我觉得未来什么东西更重要，这是我的4、5、6。好，那我4、5、6讲完了之后，你可能要麻烦大家把麦克风关起来，不然就会有一些声音。谢谢。好，那再来就是最后我有一个推荐追踪账号跟资源，我把全世界目前我有看过的媒体，然后还有就是我比较推荐它的原因，我把它全部都列出来了。我列了非常非常多，我列了30-40个，所以就是这30-40个都是我真的有看过的中外媒体，然后我觉得它是有料的，所以我这个就是很建议大家去看，然后最后就问答时间，我今天就做这些事情。那到第7为止，我预计是需要在3点40分之前讲完，所以讲的速度会快一点点，但大家可以放心，就我们今天这个会我们会有留录起来，那录完了之后我也会把它放在 YouTube 频道上面， so it's going to be open for everyone。 对，好，来，那我们现在就开始。第一个部分我们先聊这堂课程有什么没有什么，然后很欢迎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直接打在讯息或打在 Slido 里面，那我讲到一段我就会回去回答，那不然就是我最后统一回答也可以。好，那首先我第一个谈的东西就是这堂课我不会涵盖我在 WordUp 提供的免费课程，因为我已经
语言里面可以怎么做，我全部都放在那里了。那既然我全部都放在那里，我就觉得我就不用重讲一次，这样子浪费你我的时间嘛，对不对？所以如果对于语言上面你可以有哪些可以做的事情，那欢迎你直接参考 WordUp 里面课程就好，反正它是免费的，点下去马上就可以用，1个多小时就看完了，所以建议可以参考。那再来我这次是不会涵盖的，那这次会涵盖的。大家认识这个人吗？这个人这也是我用 Midjourney 画的。这个人是 Jeff Bezos。Jeff Bezos 就是 Amazon 的 CEO。那 Jeff Bezos 他在决定 Amazon 到底要往什么地方发展的时候，他讲过一段非常好的话。他说 build business strategy around the things that are stable in time。最重要就是这个 stable in time 这个概念，在时光之中可以经得起光阴考验的事物。还有后面这句 When you have something that you know is true, even over the long term, you can afford to put a lot of energy into it。 那这个后面的这句是更重要的，就是教育它基本上是一个时间跟精力投入的行业。我们帮助我们的学子，引导他把他的时间跟精力投入到某个特别的场域上。但现在的重点就来了，今天 ChatGPT 发生，你并不能只看 ChatGPT， 你应该把人工智慧整个东西整个 extract 出来，用人工智慧的观点去看，然后你就要去反思一件事。如果人工智慧已经存在了，那在接下来的时光之中，哪些东西会改变？然后哪些东西会被取代？会被取代的，它可能就不是很适合作为我们学生大量投入时间跟心力的东西。好，所以我今天最主要其实要讲这个，我要讲我个人去看接下来的时代之中，我认为什么东西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东西。我认为那个是 ChatGPT 和其他人工智慧对教育影响，我们所有人最需要理解的关键。好，那这堂课程没有什么，就是我不会多讲，但是我有全部提供给你。我把所有全世界目前最好的资源都摆在你面前了，而且我特别都准备免费的。这样你只要有空就可以去看嘛。我非常喜欢目前全世界在 ChatGPT 上面最好其中一个作者叫做 Pasio。那 Pasio 他在 Gumroad 这个网站上面，他提供了各式各样不同的课程。那我建议您开始先从免费的课程开始。它有第一个是 ChatGPT 的 Beginners Course， 它总共有7个不同的样板。那你只要把这7个不同的样板全部都操作完，基本上 ChatGPT 所有应该有的技能就全部都有了。好，所以这个是 beginner。 然后再来如果你要去思考怎么样帮你写出更好的文案，它这里有总共150个150 prompts 来让你变成更好的文案写作者。然后有帮你如何用 ChatGPT 来做行销，如何用 ChatGPT 来做 email 行销，你看都是几百条。那这些全部都是免费的资源。那如果你这些看完了，你还觉得就是不满意，然后你可以去买它有个$25。我发誓我没有拿它的钱，我没有特别推，我没有，这是我完全没有特别推。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你自己考虑要不要。但是我自己的想法是，它上面所讲的东西课程不一定有意义，但是后面这个是有意义的，它有2000条直接可以使用的指令。好，那我觉得最简单的方式还是这个内举不避亲，我还是再推一下我自己的课程，就是建议大家可以看课程。好，那在教育场域的使用上面，我建议大家直接去看这个课程。我这个课程是 Gumroad 上面的课程，它是澳洲的，就是澳洲的教育家做的。那里面总共有74页的 PDF。那我想邀请你跟我看一下这个74页 PDF 里面有什么样的功能。它教你怎么样做备课，怎么样设计课程里面的活动，怎么样用 ChatGPT 来写跟家长之间沟通的信件，写跟同事之间沟通的信件，然后写给学生的评语，然后写 topic summaries 写摘要，然后写 reading summary 写阅读摘要，然后怎么创造测验题，怎么创造就是多重选择题，然后还可以加上问题的解释，怎么写文章，然后怎么样用各式各样不同方式，这些好多个，我就不一个一个把它讲完。但我想说的事情是，它的这个课程你点进去，里面除了有74页完整的说明之外，它还有影片，然后影片是1个多小时。那我很建议的事情就是，你就打开影片1个多小时，然后配着它的这个74页 PDF， 把它全部都看完，你大概就把教学现场里面现在最可以运用的方式，大概就看完了。对啊，所以我一开始就先做一件事，因为我以前研习的经验就是总会有人可能中间比较忙需要先走，那所以需要先走也没关系，我一开始就把最精华就是可以先端走的东西，你可以先把这些东西带走，把这些东西带走，基本上 well you get something at least。 好，
那再来我还有其他的一些建议哦，就是有一个网站叫做 Medium，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就是 Medium 这个网站，它是目前我看到这个世界上我觉得最多 ChatGPT 好文章的网站。那因为它有很多很优秀的作者在上面分享自己对 ChatGPT 的一些想法，但是因为那些文章品质都很好，那 Medium 有2种文章，一种就是你收费才能看的，另外一种是你不收费也能看。最好的文章都是收费才能看。那 Medium 的会员1年是$50，那我要先跟你很直接的说，我自己没有加哦，就是我觉得这个不错，可是我自己没有，因为我自己的做法就是我从其他地方把资讯收回来，对，但是因为我朋友有就是付费的会员，我有请他抓1-2篇给我看，我觉得其实蛮值得的。那前提是你看得懂英文，因为他最好的文章90%以上全部都是英文的，所以说你英文 OK， 这个我很推荐。再下一个是 Twitter，Twitter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就是 Elon Musk 他最近不是买 Twitter 吗？然后 OpenAI， 其实所有就是最新的讯息，很多欧美最新的讯息 Twitter 都会先出来。那 OpenAI 就是 ChatGPT 制作的公司，他在做新讯息的时候都是 Twitter 最先知道。所以像举个例子，昨天最大的新闻就是 ChatGPT 现在不但有文字版本，现在还有声音版本，他昨天公开了声音的 API。所以你现在也可以用，而且是声音它是 Open API， 所以大家都可以去装，然后但是用使用来收费。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我就会很推荐一件事情，昨天所有这个新闻发生的时候，就是从 Twitter 先发出来的。如果你看得懂英文，那 Twitter 就是你最好的伙伴，而且反正也不用钱，你就去先加 Open AI， 就是 ChatGPT 这间公司的这个 Twitter， 加完的时候它旁边就会出现一系列可以追踪的 Twitter， 你全部都加起来，这样就 OK 了。Sorry， 下一个重点，我这堂课程其实只会讲到 ChatGPT， 但是我想特别跟你说的事情是 ，ChatGPT 就像我刚刚所说的，它是 OpenAI 所做出的一个就是自然语言可以回应的模型。但是 Amazon、Meta 就是 Facebook、Google 和百度。这4间我都已经100%确定它不但有自己的自然语言模型，它连名字都出来了。Meta 现在在封测，然后 Amazon 的已经出来了， Google 的之前状况不好嘛，现在收起来，但接下来应该还会再有。百度有叫文心嘛，那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都非常的值得看，超级值得看，它通通都会生出自己生成性的智慧应用，那所以我会很建议大家可以特别关注。那 Notion AI 我自己也有，所以你看到假设我在 Notion 上面，假设我在这边，不好意思，我要开 Notion 页面玩给你看。好，这是 Notion 页面嘛，对不对？好，这是我自己的页面。好，来，假设我先把它解锁。Notion AI 其实我觉得也非常非常好用，然后蛮推的。所以你看我如果现在在这个字前面，然后随便我点一下，你就看到这里 Ask AI， 点下去里面就有各式各样不同你可以叫 Notion AI 做的事。就某个角度而言，我觉得 Notion AI 甚至比 ChatGPT 更好。我不会说它哪2个谁就是一定可以取代谁，我觉得最好的方案就是你2个都买，这样是1个月$30，但是我觉得其实对增加就是产能来说，其实是非常非常划算的投资，很推荐。那因为有这么多东西，所以最好的策略是这一行。我想要邀请今天大家有听到这场讲座的老师，我觉得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保持弹性，对这件事的弹性和保持持续学习的冲劲，因为人工智慧的道路不是短跑，它是马拉松。如果我用跑步来譬喻，我们现在连起跑线都还没过，我们现在只是看着有人在上边暖身跑而已。ChatGPT 是第一个出来暖身跑的人，剩下所有的人都还没开始跑。那我也想让大家看一下这个贴文。这张国阳老师他说的事情是，他录的这一集 podcast， 他是 Apple 年度的 podcast，所以是很红的。他这一集做法是，他直接讲完了之后，把音档直接丢到 Good Tape， 音档直接进去，逐字稿就出来，逐字稿丢到 Notion AI， 就我刚用的那个，他直接帮你排出大纲跟标题，然后最后封面是 Dream Studio， 这封面是 Dream Studio 画的，就是一个 AI 画图的这个软体，所以大家可以看见，几乎每一个领域都会都有相关替代。但是最重要的是，你看一下这一行。要提醒的是，因为变动太快，我上周讲的这周已经是尝试了，可能下周有新东西想法又变。
我为什么不会用今天所有的时间把它花在只有 ChatGPT 的操作上？是因为如果想要学操作人，我刚刚所提供的那些资源远远的超越大部分人所需要正常资源的好几倍。所以如果你只是单纯想学操作，那些东西很够了。但我今天想讲的东西 is what is beyond ChatGPT。你在您和我们在教学的现场上面，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看人工智慧？我觉得这件事是很重要的。我们现在有个举手，那我们让这位同学先讲一下话，好不好？来，林老师吧，应该是。林老师有办法自己打开麦克风吗？还是如果没有办法，我们就先继续，然后等一下 Q&A 在一起，好不好 ？OK， 好。那除了文字产生应用之外，我也鼓励大家要多看其他领域的应用。那我很相信一件事，今年第3季就会百花齐放，因为 API 昨天出嘛。那你看，现在才在3月而已，现在才在第1季的尾巴。我相信第2季结束完了之后，第3季什么东西都有。那在最后最重要就是这边的这一行，我不确定就是在座现在参加的老师，你们会不会看到这些东西，然后觉得有一点点紧张？然后我想说的事情是，这个世代的发展，因为它是一个我们现在处在一个资讯大爆炸的时代，所以就有一个概念叫 FOMO， 叫 Fear of Missing Out， 你会很担心错过。但是我很确定的跟你保证的事情是，没有错过的这回事。你就是准备好了再开始，我觉得这个样子就可以了。我觉得你准备好了，然后开始往前走，我觉得这样就 OK 了。好。那我今天其实准备了各式各样不同的思考题。那我的第一个思考题就是这个。好，看完刚刚这些资源的时候，我想先邀请你思考第一个问题：你目前的日常生活中哪一些东西可以用 AI 加速完成？你自己现在的生活，那你所省下的时间，你高速完成就会省下时间嘛？那你省下时间可以把这些时间用在什么地方？这是我的第二个问题。因为你省下时间，你要想那些时间要用什么？最后一个是最重要的问题：你觉得你工作目前哪一块 AI 永远没有办法被取代？那我觉得这个3题是我今天最重要的第一组问题，因为每一个人状况可能都不一样。我们现在这边200多个人，那这200多个人状况之下，我想就是每一个人200多个，可能就有200多个答案。那这200多个答案，我想要邀请各位去想这个问题，把这个问题把它想进来。我个人的答案是把时间花在跟学生相处，这是我自己的答案。然后如果有人问什么东西是觉得人工智慧没有办法被取代的，我在去年6月份的时候，我有做一场亚太数位学习线上会议的 keynote。我在那场 keynote 里面有讲了一段话：数位学习的世界是如此璀璨而美丽，但且让我们的孩子记得用指尖划过书页的触感，用鼻子闻到书的香气，以及处在图书馆时放松的心情。我相信这些东西是永远没有办法被取代的。我自己又用什么 iPad 啊、电子书阅读器啊，这些东西都比不上你翻书的那种快感。因为快感有点奇怪，就是 but well you know what I mean， 就是你拿到书的时候，拿到真的纸本书的时候，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重要的事情。好，那基本讲完了之后，接下来我就开始谈为什么从语言的开始。我其实那时候做这个课程，然后跳出来做，就是非常简单的原因，是因为就是我觉得语言是最适合的场域。为什么呢？来，请大家帮我解一下这题方程式。请，这个很简单，这是非常简单的方程式，这国中的技能。学姐你一定解出来了，但没关系，你先不要讲答案。对啊，就是我也不会特别点人，就是起来回答答案，但是就是请你先帮我解一下这题，然后解完了之后，你就在旁边可能你方便的地方帮我把答案写下来。好，写完了吗？你如果写完了，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我们可以把这个东西很简单的带下去嘛。来，就是 y 等于5减 2x， 对不对？所以你只要把 y 丢到这边，你就可以把这个东西算出来。你算完之后会得到就是 x 等于2 y 等于1， x 等于2 y 等于1是正确答案。但你看哦，来，这 ChatGPT 第一次算出来的答案，你会看见下面这边直接出现 x 等于-2 y 等于9。那 x 等于-2 y 等于9，它的概念是什么？它的概念是这个样子的。以 x 等于-2 y 等于9的状况，它的状况是什么呢？等一下，好，
它其实可以成立第一个算式，但它没有办法成立第二个算式。那真正正确的答案就是 x 等于2 y 等于1，这个答案才是对的。他第一次算错，我第二次丢进去他才算对，所以他会出错。那你可能会讲，就是那是因为数学才会出错，那我选一个跟数学没有关联的科目就好啦。非也非也，其实没有办法，做不到的。我们来看另外2个表现。请依先后顺序简单介绍清朝的皇帝们。来，顺治、康熙、雍正、乾隆，皇帝的顺序是对的。但是我有特别请教一个很厉害的历史老师，事实上就是这个信件的就是这个讯息的主人，他非常确切的跟我讲，什么和珅亲征和西厂制政这2个绝对不是康熙做过的事情。我不是历史的专家，所以我不敢跟你讲是他对还是错，但是总之历史老师告诉我这件事是错的。好，那你看历史也会错。那假设你说哇，这个文科会错，理科也会错，还有别的会错吗？还有来你看，这个就是管中闵，然后它上面写的这个是非常非常有趣的。管中闵是一位著名的台湾棒球运动员和教练，曾效力中华职棒统一狮队，担任球队总教练。我相信就是假设你知道管中闵是谁，然后我这边还特别放了他的维基百科，不管你喜不喜欢他，管中闵就是其实前校长，他都不是他的身份，就是他的身份不是棒球选手。所以我想要先讲的事情就是 ChatGPT 跟相关科技未来是可能有更好的表现，未来可能有更好的表现，但现在会犯错，现在是会犯错的。好，那为什么我选语言？然后我这边还特别 highlight 起来，是因为它是目前正确性最好的场域，而且它要英文的状况才会好。那我说明一下为什么。因为根据 ChatGPT 上个月所释出的数据，它有90几的语言输入全部都是英文。那刚刚有一个在 Slido 上面的提问，他的提问内容很好，他提问就是所有的使用者是不是在帮就是 AI 建立大数据？答案是毋庸置疑啊，就是所有的使用者在使用的时候，它都会成为大数据 database 的一部分，100%。那所以它一定会成为大数据的一部分。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如果它有90%几都是英文的输入，那我就可以很确定的告诉你，它英文的表现一定会最好。它现在中文的表现真的还有很远，非常非常遥远的距离还有非常非常遥远的距离需要处理。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英文可以，就先从英文开始。那它的英文不但正确性很高，而且它写雅思作文，我觉得最重要就是你看到这边的这个雅思，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雅思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考试，它是一个英文考试，它满分是9分，你把雅思的题目丢进去，请 ChatGPT 帮忙写，它可以写到6.5分以上，有时候会出现7分，那个真的写得很好了。我该写多好呢？我可以很确定的就是写得比我好，就是他的文章的这些结构，然后还有他的严谨性，我是觉得我比不上的。尤其就是我当然不可能这么短的时间写出来。那托福是23分以上，那你可能跟我讲，托福不是120分吗？23分不会很高啊？不是，事实上是很高的，因为它事实上就是它是30、30、30、30嘛。所以它是用这个样子的方式构成，所以23分以上也不差，你不会说它超级强、超级强，但是它是不差的。再来，它比大部分的台湾使用者英文程度都来得好，然后它文章结构性很好。有时候虽然看起来一板一眼，但它有个很大的好处就是，你看我这里特别讲雅思，然后特别讲托福。我会特别这样说，就是因为对于考试文化所需要的文章而言，这些一板一眼和结构性过高的东西反而会成为最大的优点。所以我认为英文状况是很好的。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刚开始选英文的原因。那 AI 目前产生内容最困难的问题，就是 AI 会一本正经的在语言结构里面塞进一些错误。像举个例子，你刚刚所看到历史的那一件事情，皇帝的顺序是对的皇帝的顺序是对的，但里面就出现一些小错误。但现在重点就来了，我自己因为我不是历史的专家，我就不知道和珅亲征有没有，我也不知道西厂什么有没有，那个我真的不知道，认真的。我不是专家，所以我不知道。想象一下，如果是我们的学生，他更不会知道。他不但不会知道，而且更严重的事情是什么呢？他不会知道就算了，他会把错的当成对的，所以这是更严重的问题。所以如果不是对内容跟专业够清楚，就会很容易被骗，非常非常容易被骗。所以比较好的方式是先对内容检证，确定正确性没问题再开始。好，那我这边要分享一个新闻，
华尔街的投行已经禁止员工，就是投资银行已经禁止员工使用 ChatGPT 了。为什么呢？因为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理解一件事，在这个工作场域，它是一个高度需要正确性，而且不太能够忍受错误的场域。所以我可以很确定的说，如果你的场域在正确性的要求越高，错误性的容忍度越低，你的场域就会越不适合现在运用。概念有点像什么呢？请教一下，在人文社会、人文科学里面跟自然科学里面，谁对错误的容忍度，我不要讲错误啦，谁对不同答案的容忍度比较高？我相信大家都会说，因为人文这一块是比较多的，所以 ChatGPT 在这过程之中，国外的尝试里面，假设你把毕业的题目丢进去，它已经可以成功的考过法学院的考试、商学院的考试、哲学院的考试，它已经全部都考过了。而且他考过的都不是一般的学校，都是常春藤大学等级的学校，但通过的分数没有很高，但是确实都通过了。所以我现在可以很确定的说，如果你跟我一样比较偏向人文社会科学科系的人， ChatGPT 现在可能比较适合你。那假设你现在是自然科学科系的人，或你想要做数学或者是自然上面的应用，我觉得他现在这方面的表现还没有办法让你在正确性上面有很好的发挥，目前还做不到。 OK， 好，那我这边就先讲一个思考二，然后等一下我就会讲我建议你可以怎么做。我的思考二就是在你的领域里面，我这边为什么放这张图，是因为你看这里面有狐狸、有蛇，然后还有变色龙，那这个也是我用 Midjourney 画的。但是我的概念其实上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最糟糕的谎言，就是在看起来完全没问题的东西塞一些奇怪的东西。ChatGPT 就是这个样子。那因为 ChatGPT 是这样，它的正确性其实以 ChatGPT 本体不太能够处理。但是我等一下就会讲，因为刚才其中一个题目问，那这个东西要怎么解决？我等一下会马上说明。但我先把这边讲完。思考二，在你的领域里面，要请你想一下哪一块 ChatGPT 可能可以帮上忙，哪一部分还有距离。那我想要邀请你做的事情是，我那时候拿到 ChatGPT， 我去年算是第一批的 beta user， 我也是 Notion AI 第一批的 user。我那时候在使用的时候，我的第一批做的事情是，我先把所有我觉得最容易出错的东西跑一次，然后我可以很确定的跟你说，它的四则运算还不会出问题。对不起，重说，它的四则运算出问题的几率比较小，因为我有看过它把四则运算，就是不是单纯加减乘除的时候，它有时候会算错，但是如果纯加法、纯减法就不太会算错。可是你会说，那纯加法、纯减法计算机就做得到啦？没错，所以我想说的事情是，碰到数学，它目前的状况不太好。那如果碰到数学状况不太好，你就可以说它碰到物理跟化学状况，可能也有一些东西会出问题嘛，因为里面还是有一些计算，所以这个是个大问题。好，那你可以用你的方式去测哪些正确率是 OK 的。那我自己最喜欢的目前都是创意写作有关的内容，所以你去看我的那个课程，我里面就会讲到一件事，我最建议的方式就是把它当成个人写作的家教。因为假设你写作文，你的情节是没有什么对错，那个就是你写出的情节嘛，只要不要太夸张就好啦。所以你可以先用这样的方式去尝试。再第二个概念就是你要建立属于你自己的 test protocol， 就是你自己的测试协定。因为 ChatGPT 目前的这个产品其实只是一个很基础的产品，就是它是很前端，后面还会出很多更新的。那我建议你可以跟我一样用这样的方式，就是你设定一连串你要测的东西，从此以后出新产品，你就用你自己的 protocol 把这些东西丢进去，看一下新的产品它的表现如何。我自己会做的事情是因为我是做文字的嘛，我是做语言的，所以第一个我会看我多久可以送一个文章，因为有的平台它送的东西太频繁，它会宕机。然后再来是长度，有的一次送太长它就会宕机。那我自己会做的事情是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个网站叫麦肯锡，麦肯锡它上面都是很多商业有关的文章。我的做法就是我会把麦肯锡文章贴上去，然后看它摘要出来的状况如何。那我碰到每一个新的产品我会贴一样的文章，因为这样才比较好比较嘛，对不对？再来关于年限内主题资讯的正确度，就是像 ChatGPT 它抓到2021嘛，
那所以我就会去找像1990年左右或2000年左右这附近资讯的正确度。那我自己都用乌俄战争来做测试。那为什么呢？因为 ChatGPT 你如果把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冲突喂进去，它有很高的几率会告诉你2000年左右的。2000年左右那时候有没有打过？也有。但是我现在要问乌俄战争，一定是问这1-2年的这个嘛？那我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它资讯大概只有做到哪边。那再来创意写作，我的测试是这3个。那我跟你解释一下为什么这3个是我的测试方式。我测新诗，我就知道它押韵的状况好不好。我测14行诗，我就知道它的格律能不能够做出来。我测儿童故事，就知道它的口吻能不能转过来。所以我测3个都有我测的目的。那你可以去思考一下，在你的领域，如果你测，你会测什么？然后再来最后就是给予参考风格以后的输出，我会先贴几篇风格都相同的文章，全部都给他之后，要他用这样的风格来写，看他能不能够学会。ChatGPT 目前它可以一次读4000个字左右，就是它可以把你4000个字左右的东西先全部都记起来。所以我大概就会喂2篇到3篇文章，喂完了之后要他用这样的风格下去写。我最建议的方式是，因为 ChatGPT 只会是一个起点的工具，所以我最建议的方案就是你要从现在开始，你要先制定出你自己的测试协定，是适合你领域的测试协定，然后碰到不同的东西就丢进去试试看。这是我可以给你最好的建议。好，那这些测试协定，接下来我最推荐的测试方案参考方案就是这样。我建议你可以从现在开始1个礼拜，你每天制作自己的工作日志。那你每天记工作日志的时候，就你写下你今天做了什么。那假设觉得1个礼拜不够啊，2个礼拜、3个礼拜也可以啊。你可以把项目再记下来，然后也记下时间花多久，你就会找到你重复频率最高的工作和占据时间最多的工作，然后试着开始用 ChatGPT 或其他的人工智能工具来解决你的这些问题。所有的工具的存在，如果没有对你的人生产生正向的影响，那它就只是另外一个工具而已，那对你人生并没有意义。但是如果任何的工具可以让你频率最高的工作和占据时间最多的工作有所改变，那恭喜你，状况就会很好。好，那最后我就要特别在这一段我就要特别讲一下，你要怎么样确定正确度这件事情。我要很诚实的跟你说，我目前有抽到这些，但是就是之前的这些我都是优先使用的，但目前Bing就是那个 Bing 新的Bing我还没有抽到。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都用苹果的，微软可能很讨厌我吧，但是都是他真的完完全全还没有给我账号。但是我想可以跟你分享的事情是Bing它因为它每一个东西它会给你出处，所以它给你出处，它的状况就会好很多。那再另外一个我想特别跟你讲，就是假设你要它的这个所谓的正确率比较高，你可以用 Perplexity。 好， Perplexity AI 它也是一个去问，就是可以问问题的。所以像举个例子What is observational research？ 对，我要跟您报告一下这个最大的问题Perplexity 现在还是只有英文版，所以中文没有。那等一下我们会讲到，就是现在英文真的很重要， AI 的世界你要跟上，你英文不能少所以你英文要很强才行，一定是这个样子。好，所以你看我按下去，那我跟你说明一下 Perplexity 跟刚才的这个，就是假设我用这样的方式下去问它差在哪边。你看假设我把这个贴到 ChatGPT，我有付费所以你等下看到速度很快，你要记得这个是付费的速度，这个不是一般的速度，就一般的速度会比这慢一点，那付费就会很快。好这文章没有任何不好的地方，但是就有一个小小问题是，你现在所看到的文章你没有办法处理一件事，就是它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 You actually don't know， 除非你是这个领域的专家，你是这个领域的专家你就知道，你不是领域的专家你就不知道。 Perplexity 有一个好处是它会告诉你他讲的这段东西，它会给你它的来源从什么地方来，所以你从这些地方来源你还可以延伸阅读，所以你就可以来这里 What is observational research 之外，你可以看好再来是其他的种类到底有哪些。所以如果今天我要让学生做自主学习，我绝对不会让他用 ChatGPT， 我一定会让他用 Perplexity AI， 因为他问完问题之后他就一直往下点，它就可以一直打开，然后一堆问题就一堆东西一直跑出来，而且下面还有 source， 它可以点 source 就直接跑出来，它就会告诉他说这篇是什么，所以它可以基本上读不完啦。
所以你不觉得这是自主学习神器吗？当然英文要够好啦，但是像就是时钟就一定没有问题，对吧？但就是英文要 OK 的。所以像举个例子，What is 4P in marketing？好，形象里面的4P 是什么？然后它就会列出这4P 是什么东西，然后再来你就可以 How to use 4P，它点下去它就会给你更多的资讯。我认为在未来Bing也有这样的功能，那现在是 ChatGPT 还没有，所以现在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没有办法判断，那判断的这个状况没有办法判断未来会怎么样，未来的做法就是不要用现在的状况去推断未来。Do not， 为什么呢？因为未来几乎所有的搜寻都会有 Perplexity 和 Bing 这个样子的功能。Google 也会有这个样子的功能，以后你搜下去，它就把所有的内容全部都给你。所以我前面才会一直讲，不要只看 ChatGPT， 你只看 ChatGPT，you'll be missing a lot。Please， 不要。好，那这个问题我刚好也就是看到这边有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就顺便答在那个 Slido 上面。他说，非专业没有办法判定 AI 提供的资讯，那如果一直使用错误资讯，会不会击飞城市？这个就要看使用人喂他的什么样的资讯。那以 ChatGPT 而言，它是可能透过有非常多人喂他错误资讯，因为他就是一直吃资料嘛。但是因为会有人在后面，就是直接告诉他什么资讯是错的。因为他针对所有的答案，他都可以做这件事情。你看哦，这里有好跟不好，对不对？他事实上有专门一群人在做这件事情，所以针对不好的答案一直抓出来，他就会慢慢修。但是你不要去想 ChatGPT， 你看到 Perplexity AI， 你就会知道，这状况会更好。但是我想要讲另外一件很有趣的事，因为这个问题后面写的问题是，百度的 AI 会不会比较适用汉语领域？当然会，毋庸置疑。而且我想跟你说的事情是，百度的那个 AI， 它在文言文上面的表现很惊人哦，就是是好的啊，所以我很推荐大家百度的这个 AI 去看看。对啊，但是我在这方面，我觉得就是大家对中国的概念是，我知道我们当然在国际政治上受到中国很多打压，但是我们可以把中国的政体跟中国人的这件事把它分开。我自己跟很多中国的也认识一些中国的朋友，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很讨厌，真的不是，里面是有很多很可爱的人的。好，那所以百度这件事是如此。好，我这就有录影，不然就是我就讲2句。没有政治，但是我觉得没有政治的概念，这个东西跟人工智慧运算法很大的关系。任何的人工智慧都在更加自由的国家和更加自由的政体里面会有更好的表现，因为它的资讯的变化性跟复杂性是更高的。所以我可以确定的事情是，网络越自由的国家和网络越开放的国家，在接下来人工智慧的表现将会优于相对来说比较封闭的国家。我都没有讲国家的名字，我只是单纯的说出一个简单的观察。而在某个国家非常特别的设定之中，因为它的国家连网络的设定都是如此的特别，我认为将会出现的状况是，就像是那个国家大部分的软体设定一样，它会形成这个世界内这个地球上独立的一个群体，但因为它的内需市场过大，所以这件事对它来说不会有影响，不会有问题。好，这就是我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我看到其他问题一个再跳上来，没问题，我们马上讲完，马上回答。我现在剩50分钟了。好，来，再来我就要开始讲，在教育现场你用什么样的框架来让你的回答可以更好。目前最好的 prompt 写作方式叫做深金式泛用 prompt， 那这个大概是目前在 ChatGPT 的这个世界里面大家都认同，就是说哇，深金式是很好的。那深金式的 prompt 它是日本人，你看到深金这2个字就知道嘛。那这边总共有这6个不同的概念，那这个概念我就不一个一个念过去咯。那这里有它原文，那我直接让你看示范，这样比较快。我这边用一个表格，左边的表格是写教案，右边是写故事。你如果只跟他说写教案，只有4个字，那他给你的东西一定乱七八糟，一定很不符合。写故事，你只有告诉他这个，那他的内容到最后不是你要的。所以你要做的事情是，你要明确定义角色， ChatGPT 用什么样的方式写。所以假设我是用高中英文老师的身份写出来，就会适合高中。
很合理嘛。那在 ChatGPT 的使用上面叫做给它身份，再来明确给它指令和输出，跟这里的限缩它的范围，这两个概念是类似的，就是你要很明确告诉它我要什么，然后再来告诉他你要什么样的内容，把这些内容最好用列点列项的方式写下来，所以写法尽量列点列项。再来，什么叫做标记语言呢？你看一下这里有一个 sharp， 就是这个井字键，在写程式的时候，你写井字的时候，它的意思就是程式里面不会把这一行读到你的指令码里面，你是拿来加辅助的。在 ChatGPT 和现在所有的人工智慧里面，只要加上这个，意思就是我对这件事整体的描述但是不是对于我对产品之后要的东西。所以要举个例子，以故事而言，我这里的3个井字键就是写我的读者只有5岁，它的难度要 CFR A2 以下，就是比全民英检初级更简单，然后长度要小于200字，我就把这些东西分别再写下来。那写完了之后，我就用这样的方式跑给你看吼。如果我只有单纯的写 Write me a lesson plan on creativity， 给我一个跟创意有关的教案，我直接写出来，其实状况也不会太不好啦，就是他还是写给你，然后还是可能有一些东西可以用。可是你看哦，光这边你就先看到一件事，他的 grade， 他的年级设定是4到6年级，这个就已经跟我要的东西不一样了。可是你看哦，如果我可以把这些东西全部都写下来，然后我还教他用 AD model，AD model 是一个教学设计里面很常见的 model， 上去你会看到，你看他也是耍笨，你看他还是告诉我6到8。因为我其实我没有设定到年级，不好意思，我等一下下面有一个设定到年级的，我设定到年级的那个他就不会犯这个错。可是你看哦，这个出来他就把 AD model 的 A D D I E 全部都写出来，所以你看 evaluation 很细哦，是写很好的。好，那故事也是，个人故事，好，我再跑一下应该还好，还有时间。假设我单纯写 write a story， 那这 write story 出来的状况，不一定会是你要的内容。但同理可证，如果我把 write story 我的 character 我要 animal， 然后我要证明 causation is not correlation， 我的 reader age 出来，然后字数难度都出来，我只要把条件全部都写好放进去，就把故事吐出来给我。所以简单的说，你随时随地需要任何的故事 ChatGPT 可以无限的帮你写，而且其实你使用付费版之后，你还可以跟他讲说一次写3个。然后刚才我看到其中一个问题很有趣，其中问题是同样的东西会不会写出，就同样的会不会写出不同的，写出同样的 prompt 会不会写出不同的文章 ？Give me a different story using the same above prompt。故事新的出来了，所以我可以用一模一样的指令，然后但是叫他给我一个新的故事，噗就再出来，叫他给我新的故事，噗就再出来。所以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理解，当所有人在全世界使用不同的方式问的时候，它是会产生些微差异的。所以会不会所有人都一样？答案是不会。好，再来。我们要怎么样使用思考框架在 prompt 的撰写中呢？这个就是我今天觉得对教育来说，对教育的我们这些教育从业人员，我觉得相对来说比较有价值的一环，就是你要用框架，因为这个年代它最有价值的事实上就是你的思考框架，就是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看你现在要处理的这件事情。那例如说在商业里面，商业就有一个 SWOT 分析嘛， SWOT 分析就是优势、劣势、机会跟威胁，这是 SWOT 分析。那像举个例子，在 AIDA 里面就有行销结构，我要先怎么样 catch 他的 attention 啊，然后最后怎么让他 take action， 这些都是很多各式各样不同的结构。那教学里面这里大概有其他的这些教学，因为族繁不及备载，我就不特别说了，我不特别把各式各样的这些框架找出来，因为我们这边200多个人就有200多个框架，对吧？那所以既然有这么多个框架，我们就不要一个一个领域找，但是你的领域一定有你的框架。但我想我们一定都会面对的东西就是我们都要写教案嘛，那写教案就有一些固定要面对的东西。那我这里我有提供给大家2个很棒的档案，这档案都是 IB 学校，就是 IB 学校是国际学校的一个体系。然后其实我非常喜欢 IB 学校的教案，因为我觉得他的东西很细，就是他写的是很细的。
那我这边总共有2个，第一个是空白的表格，另外一个是它到底写了什么，这个就是物理学嘛，物理学在讲 motion， 在讲移动。那这个里面就是你可以把里面的内容先喂给 ChatGPT， 它就会知道它该写什么，然后你只要用相关的结构把它丢进去，你丢完了之后，它就会马上把相关的东西全部都写出来。那我这里就写了一个示范的 prompt。好，我要他讲 global warming 和 ocean acidification， 就是全球暖化跟海洋酸化的原因。好，这是一个蛮大的主题。我的 audience 我有特别写，我要10年级生，然后再来我的长度是50分钟，然后我叫他要当做自己是 IB teacher 里面的 expert advisor teacher， 所以我还特别设定他的身份。设定他身份之后，我叫他里面的内容要有不好意思啊，我喝个水。我2次确诊之后很伤，请放心，我现在已经康复了，但是就是在2次确诊之后的状况。OK， 好，所以你要给他就是教学的主旨，然后 IB 的特色就是有一个 statement of inquiry， 然后要有 inquiry question， 有事实的，有概念性的，还有就是大家还不是这么确定，所以还会有一些就是辩论的 debatable， 然后有 concept， 它的 concept 有 key concept、 reality concept、 global concept， 然后有 summative， 有形成性评量，有总结性评量，这个是形成，这是总结。那再来要有 differentiation strategy， 然后 differentiation strategy 就是差异化教学的策略。然后你看我如果把这些东西全部都放下来啊，对了，下面最重要的东西当然就是 rubrics 嘛，就是那个评量校标，它可以帮你把所有东西都写出来，我跟你讲超猛的，而且最重要的概念就是一瞬之间就可以写完，没有任何的延迟，就全部写出来了。然后我想特别讲的事情是，有很多老师看到这个会讲说，哇，那以后就是 ChatGPT 就把我们老师的工作全部做完就好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误解。我现在要先就是讲，是未来不是这样的，就是未来的状况是，本来没有 ChatGPT 的时候，有的老师要很努力才能够推到这里。现在是 ChatGPT 已经推到这里了，那已经推到这里了之后，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做法非常的简单，就是我们要接着它这个往下做。所以未来会产生的状况是，因为所有人都可以透过人工智慧把所有竞争的标准垫高，所以接下来会做的方式是，不会使用 ChatGPT 的人，不要只说不会使用 ChatGPT， 不会使用人工智慧的人，他在竞争上就会处于比较大的挑战。OK， 我们这边看到，你看它停下来了，对不对？那停下来为什么呢？就是它上面输出内容已经太多了，那怎么办呢？你就直接写carry on with the above， 上面的没有写完，继续继续写，你看它要继续写了。那你会说，老师这些指令都很重要，这些指令你要不要教一下？我前面所提供的那些资源，这些指令通通都有教，保证全部都教了，所以你放心没有问题。那你看这样子全部都写完，写完了之后，我最建议的方式是，如果你是一个教学的设计者，你先需要一些创意，你可以把这个东西先丢给 ChatGPT， 丢完了之后你就看什么东西可以用，什么东西不能用，你用一个乐高的概念来看这件事。你看完了之后会发现，这一块我喜欢，这一块我没有那么喜欢。没有人叫你把人工智慧吐出来的东西直接拿来用，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人比你更了解你自己学生长什么样子，所以一定是你看完了他给你的内容之后，你自己去想，就是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运用他给你的内容。还有很多其他可以运用，像举个例子，这里不是 rubrics 吗？对不对？好，来，不是5到4分嘛，对不对？所以我就可以说，来，就可以跟他讲 summarize 摘要 summarize the following rubrics and list the key abilities for me。 因为它有不是从1分到5分嘛，对不对？所以既然有1分到5分，我就可以请他看一下这5个到底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然后这5分结束完了之后，我就可以告诉他里面最重要的能力为何。所以你看这5分看完了之后，他就整理出最重要的能力是这3个。所以我去到教室的时候，就会告诉他，我就会告诉我的学生，你最需要重视就是这3件事，因为这3件事做得越好，你的成果表现就是越好。所以如果你是一个专家教学者，你可以透过他给你的资料，然后透过非常简单的摘要跟汇整，就可以从他资料里面再一直榨出更有资料的东西来，然后只要再配上其他 AI 工具的整合，
我觉得它整体之间它可以表现出来的状况的可能性是真的是无远弗届的，真的。OK， 好，那这里我推荐3个不同的思考模型的来源。那第一个是如果是商业的，商业这里有个 MBA 智库百科，这个我很推荐，非常非常推荐。反正是免费的，大家可以去看，里面就有各式各样不同商业思考上的模型。另外第二个东西是世界观学院，世界观学院这个我特别讲一下。保证没有打广告吼，他是我们密涅瓦大学第一届在台湾的毕业生的第一个毕业生李家达老师。那他以前是律师，他以前是法律从业人员。那他里面有做一件事，他有把密涅瓦的整个思考习惯的概念把它做成一个课程。那所以他的课程思考本身也是一个框架。那密涅瓦的思考框架有80几个，那他有把它变成更适合台湾40几个。假设你对这件事感兴趣，我很推荐他的课程，这是非常非常推荐。这是我这辈子我也上完了，那这是我这辈子花过最值得的2万多块，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值得。好，那最后一个是这边有一个叫 OECD 2030是就是OECD 的这个组织，他们对未来最核心智能的一些想法。那所以你可以点进去，然后看他们的思考框架是什么。但这个我就不点进去特别讲，因为这展开讲，这个 OECD 2030光要解释完就1个多小时，所以这个就建议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但我个人非常非常推荐。好，那我这边想丢一个思考，就是你的领域最有名的结构是什么？就是我刚刚讲 AD model 嘛 ，ADDIE。AD model 几乎是你在教学的场域，你问人，只要碰到他是学习所或教育所出来的，他如果不知道 AD model 是一件非常非常奇怪的事情，就是他一定会知道。那你的领域呢？你的领域最好的结构是什么？所以这是第一个我想要请你想的事情。那再来，如果要把你觉得最好的结构抓出来，那你会采用的结构是什么？也就是说，你心中认定最好的结构为何？就是可能不是你领域里面最有名的，但是可能是你自己觉得最喜欢的。像举个例子，雪西斯达有一个雪斯达的结构，然后国内有一位教授，他也很有名，他推了一个 soil SOIL 一个土壤的这个字，他有一个这样子的教学结构。你心中最喜欢的教学结构是什么？你的领域有什么样的教学结构是可以拿来套的？你只要把这结构放进去，你就会发现它给你的东西会非常符合你的需求。但有个重点，我要特别讲一件事，你要记得，你看我有提供给你一个范例，然后这一张才是空白的。我要提供你范例的原因是因为你要把范例喂给 ChatGPT， 它才会知道你这个东西在讲什么。如果你没有把范例喂给 ChatGPT， 它就会猜这个东西可能是什么。所以你最好的方案就是你直接找到你的领域里面最好的结构，然后你先喂给它，喂完了之后再教它写。所以你的做法就可以写，就是你先告诉他，先读一下这些资讯是给你参考的，先不要回应，然后就先把所有要贴的东西给全部都贴完，贴完了之后再依照上面给的东西下去写。这一块 Notion 做的比 ChatGPT 好太多了。Notion AI 上面的字数是非常非常非常长，基本上你可以把整段论文，你可以把一整份20-30页的论文全部丢到 Notion AI 里面，然后叫它全部帮你读完，然后帮你摘要出来。Notion AI 是做得到的哦，而且状况还蛮好的。那 ChatGPT 没有办法，因为它的字数限制太多了。好，那最后一个就是模仿是最好的学习。我这写的其实很客气啊，就是在你的领域，你觉得最强的人是谁？就是你的领域一定有一个超强的人，对吧？你的领域一定有。你知道 AI 的这件事情，我其实超级建议一件事 ，AI 跟人类事实上它是可以非常良好的彼此学习的。什么意思呢？Sorry， 对于写作状况还不好的人而言，他可以做一件事，他可以先看着 AI 的写作结构去研究他应该要怎么写。像举个例子，我就随便放一个例子给你看哦。这个是英文，我先开另外一个 chat 用中文。好，来，以下的回答请您都使用繁体中文。对了，很多人会问一个问题是对他比较有礼貌有没有差？答案是没有差。ChatGPT 是没有情感的，但是就是我很习惯很礼貌，我还会跟 ChatGPT 说谢谢，但是理论上没有差异。你可以对他没有礼貌，基本上他给你的东西会是一样的。OK， 好，来，我的孩子要写一篇作文，标题是我最喜欢的食物。
请给他一份可以小学3年级可以读懂的作文结构。引言，然后里面要写什么，主体是什么，全部都写出来。那你会看到一件事情是，我的小孩在小学3年级，他一定没有这种结构的概念，他一定没有。对，但是 ChatGPT 我可以请他用这样的方式帮我写，就是可以先把这样结構找出来。那你看他结构结出来之后，我还可以再跟他讲一件事，请用上方的结构帮我写一篇范文，谢谢。他就用这样的，他就会这样，他就会真的用刚刚上面的这样的内容把它写出来。然后我觉得写的并没有很差哦，你看呢，就宽面条和嫩滑的牛肉配上热腾腾汤汁跟香菜，让人垂涎欲滴。我觉得其实是不差的。那我这边想强调的概念是，人跟 ChatGPT 事实上是可以互相学习。那 ChatGPT 或任何人工智慧，它需要的其实是什么呢？它需要是人把一个结构把它放进来。所以如果你碰到了一个你的领域超强的人，然后你觉得这个领域所提供的东西是你最喜欢觉得最好的，你当然可以把这个东西拿进来，这是没有问题的。好，所以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快速的帮助你自己。好，我们还有4、5、6、7，那我只剩下20几分钟了，好，我要赶课一下。好，来，再来是软体跟科技变化之下不会改变的核心素养。这边还有好多问题哦，没关系，等一下再答。好。我刚刚这样一瞥，我看到希望可以听到没有录音版的观点。没有录音版的观点来台中吗？来台中找我，来台中找我。对，我很乐意跟你分享没有录音版的观点。好，来，软体跟科技变化之下不会改变的核心素养是我最推荐，这是我觉得今天我最想要跟你分享的东西。我觉得 ChatGPT 跟科技还会有很多人讲，然后我也觉得可以讲的比我好的人应该非常非常非常多。但是我觉得就是我目前在看到大部分在谈的人很少在谈这一块。我知道在108课纲的时代，很多人听素养导向教学已经听到要吐了 I understand， 但是我跟你保证，我等一下讲的东西跟素养导向教学没有关联，保证。我现在讲的事情是在接下来的这一段人工智慧大爆发的时期，什么样的核心素养最重要。 OK，首先我想先跟你讲一个故事，这故事叫做 The Rainbow Passage。 什么是 Rainbow Passage 呢？来，我 Google 给你看。The Rainbow Passage 其实就是一篇文章。那你会说，那 Rainbow Passage 这个文章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在我大学4年级的时候，我很想要学会更好的教英文的方式，然后我很相信一件事，我相信的事情就是很多非常好的应用不会出现在相同的领域之中，因为同样的一个领域里面，他的想法是类似的，所以我相信我需要到其他领域去找。所以我的信念就是每次我只要碰到我想要创新的时候，我就会看看业界在干嘛。所以那个时候我就透过一个好朋友帮我挂了10排的荣总的语言治疗师。我当然没有语言的问题，所以我就是挂个人诊自费诊，因为我也不想浪费医疗资源，所以我就去。然后我就非常开宗明义跟他说，我想要知道你是怎么样矫正英文发音的，因为其实语言治疗师他也有矫正发音的状况。不好意思，但是他在矫正发音的状况之下，我就问他用什么样的方式矫正，他就说他们会让所有的他们的这些患者，就是他们的 clients 先念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就叫做 The Rainbow Passage。你念完，那这篇文章的特色是什么呢？这篇文章里面几乎包含你语言里面英文语言里面大部分的发音，所以你其实听完你就会知道 OK， 在你的这个你的这个腔调里面，你的口音里面，你的这个音是用这样的方式发的。那从那时候我就开始有一个很重要的习惯，是我每次想要看看创新，我就会跳出教育界，看一下教育界有外人在干嘛。那我后来就在这个过程之中找到了一个业界的评估力量，就是我会看看业界在干嘛。那我觉得麦肯锡是全世界最知名的企业咨询公司，然后他所发的这篇文章事实上好一阵子了，你看我点开给你看。
这篇文章其实并不是一个很近期的文章，这篇文章我记得是2021年的，你看对啊，在这里，它是2021年的文章，所以大概快要2年了。但是这一篇快要2年的文章，它里面写了很多很棒的东西。那我来解释一下很棒的概念是什么。这篇文章它什么叫做 Defining the skills citizens will need in future world of work？ 它总共从15个国家18000个人里面，而且找的都是业界的人，去分析出这些业界人认为在未来，即使在人工智慧的时代，从现在到2050年，到甚至2060、2070，没有办法被取代的能力有哪些？所以我觉得，它这样的一个时间，这跨度绝对是够的。它总共有56个能力，然后它最后有一个分析，就是如何获得更好的收入、更好的评估机会和更好的评估满意度，提出统计的名次。好，那么看一下有哪些吼。来，这里已经有中文的翻译版。好，那这个中文的翻译版里面总共分4个不同的能力，有分认知的能力、人际的能力、自我领导的能力和数位的能力。OK， 好，那这里有英文的原版。原文很长啊，你看哦，它这里可以 download 对不对？你看点一下 download 发现19页，所以其实它是有一定的长度的，但我是很推荐，如果你英文没问题，我很推荐你读。那假设你英文觉得比较辛苦，那你就听我讲就可以了，来吧。我想特别提2个区块，在我们108课纲素养导向的3面9项里面，有非常直接的说到沟通力很重要。但沟通力他说的很重要之后，他并没有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什么样的沟通力是非常重要，是特别重要的。那请您帮我看一下这里的沟通力，他有说到讲故事的能力很重要。你知道为什么他觉得讲故事的能力很重要吗？原因很简单，是因为现在所有的企业和所有的商品，他们都超级会讲故事，所以如果你不会讲故事，你就没有办法把你的讯息放到观众的心中，所以你要会讲故事。所以讲故事原因是这样。那什么是公开演说呢？ Public speaking 再也不是站在讲台上面跟所有人讲话，那它的重点是什么呢？它的重点是现在最大的公开演说就是你拿着手机直播，这就是最多的公开演说了。抖音的直播、脸书的直播、YouTube 的直播，这是我们下一个时代需要的公开演说。问对的问题，你不觉得现在在人工智慧的状况之下超级重要吗？你需要知道你要跟他说什么，他才会给你他要的答案。像我刚刚看着那个5个第1点到5点的 rubrics， 然后我把它摘要出来，摘要出核心技能，那个就是问对的问题。因为大部分人只有到 rubrics 那边就停止了，但是我如果多问一个问题，我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我就可以让我的老师和学习者知道他们最需要追求的能力是什么。所以问对的问题很重要。资讯整合的能力超级重要，为什么呢？未来的世代会更像并和刚才你看到的 perplexity， 就是他给你一个资讯，后面大家把所有的资讯的来源全部都加上去，然后你需要把所有这些资讯全部都整合起来，你才能知道什么东西是对的，什么东西不是对的。未来会发生的事情是，我知道我现在接下来讲这段话有一点点 scary， 但是你听我说说看，你会发现我讲的应该是真的是这样。你去想一下你现在碰到的学生，你觉得我们的学生他的思考力在增强还是在减弱呢？他的内省能力在提升还是在降低呢？如果你碰到的学生他使用的手机和 iPad 的数量越多，他所使用的数位越多，请相信我，他的思考能力是在往下降的。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所有的人工智慧和所有的来源喂给他吃什么，他就会信什么。所以未来会发生的状况是，根本不是有什么人工智慧取代人类，根本不是这样。未来是愿意思考的取代不愿意思考的。最会使用人工智慧并且可以问出正确问题的人，去控管、取代、支配只会用人工智慧但只会用浅层的人，只会用浅层的人再去支配不会用人工智慧的人。我不会说每一个领域都会发生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但我觉得它是非常有可能发生的。而如果今天要去赌放什么样的能力，我们的学生未来会最安全。我认为这种资讯整合问对的能力，还有上面的这个逻辑思考的能力、结构性解决问题的能力、理解偏见，就我知道我什么东西可能不是对的，和寻求相关资讯，这种批判性思维能力和沟通力这边的，我觉得都超级重要。
我没有要打算一个一个把它讲完，但是我想邀请的事情是，请你特别看哦，我特别把认知能力跟数位能力，我特别把这2块抓出来，因为我觉得这2块在人工智慧的时代真的超级重要。像这里的创意跟想象力，有不同观点的能力，有适应力，这些东西都很重要。在数位能力里面，数位熟悉度跟公民权这些前面的这个可能还比较理想化一点，但请看一下中间这边软体运用跟发展，我相信所有人都会认同，此刻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因为新工具会一直出来，所以我们的学生需要有不会害怕新的软体使用的这个能力，他不会害怕，他在不会害怕的状况之下，他可以直接使用。我觉得这是会为我们的小孩，我们的下一代超级关键的能力。56个很多，那我想邀请，我想这个我就不一个一个看完了，但是我想邀请大家帮我多看一下这2个页面。第一个页面是维基百科的 21st Century Skill， 那 21st Century Skill 里面最重要的事实上是这张图。那我把这张图里面我多查一个东西给你看，来，你看哦。21st Century Competencies， 我故意查 image。这张图其实有好多个版本，然后我要特别找这个版本。你看一下这个版本里面，它最核心上面写的是3R。3R 是什么呢？3个 R 就是 reading, writing 和 arithmetics， 就是阅读能力、写作能力跟逻辑的能力、逻辑运算的能力。我相信未来真的最核心的能力就是还是回到你的文字。简单的说，国英数这件事情，它的素养它是不会消失的。你的阅读能力越好，你的写作能力越好，你的理解能力越好，它就会完整的掌控你操作这些人工智慧它可以多好。所以我认为这边的核心能力没有不见。那假设你有空，你可以看一下这个页面。这个页面是维基百科所列出来的，这里有各式各样不同人 Common Core 怎么认为未来的能力是什么， Scans 说什么，然后这里的21st Century Skill P21 怎么说， 4Cs 是什么， OECD 怎么说，刚讲 OECD， 这里有把每一个不同的单位全部都写出来，而且请看它有中文页面。所以如果你觉得英文这个真的没办法，那没问题，看中文可以吧。但有没有发现一件事，中文内容少很多，所以没办法，就是英文这个年代是真的很重要，说实话。好，所以这是第一个我想推荐的。再来，我第二个很想推荐的东西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本书，叫做21世纪的21堂课。这本书是我觉得大概在这个时代，我推荐大家都要去读一下的。就是这本书里面所说到的这个哈拉瑞，他是以色列的一个历史学家，非常非常的优秀。他写过很多很棒很棒的书，像什么《枪炮、细菌与钢铁》，这都是他写的。他很擅长用历史的大局观去看接下来可能会过去为什么发生这件事，他去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事。这一本21世纪的21堂课，我认为上面所写的东西几乎都会发生，而里面部分章节所写的东西，就是我们今年正在经历的事。你看完了之后，有一些章节可能会让你觉得不是很舒服啦，就你会觉得哇，未来好惨啊。但是，我很相信一件事，与其对未来毫无准备，然后到最后，冷不防的被未来所撞上，不如对未来有一些准备，然后再面对未来，可能好一点。所以这个我很推荐。好，这2个推荐完之后，接下来就要解释我自己觉得关键能力是什么。我自己的关键能力有以下的这3个，那这3个我有很简单的原因。资讯力当然没什么好说的，就是你吸收资讯的能力，快速吸收的能力。我目前在使用 ChatGPT 的做法都是，我在 Minerva 上课，他每一个礼拜都会有大量要读的东西给我，然后但是他会有一个 study guide， 我直接开给你看比较快，等我一下哦。OK， 我先看我 Minerva 的 page， 请稍等我一下，不好意思。好，先点 Minerva， 好，然后我点一个 NS351 好了。OK， 在这堂课里面，他每一次就会先告诉我他这堂课他要我读的东西是什么，所以然后 study guide 里面就一个一个问题。我现在的做法就是我会先使用 ChatGPT 或这些人工智慧，我是用这个样子的方式让他先把答案全部都列出来给我。那所以我在这个过程里面，我的
我读的速度就会变得很快。然后又因为反正我上课的时候我有我自己的 reading， 所以我读完 reading 之后，我可以很方便的用我的 reading 跟上面所出现的内容下去做比对。所以你现在所看到的所有，只要你看到这边的这些内容，1、2、3、4、5、6、7、8这些列出来的内容，这都是 ChatGPT 生给我的，我全部都靠 ChatGPT。那我的做法是什么呢？我一边在输入的时候 ，ChatGPT 不是把答案全部都吐出来吗？我几乎在它输入的过程之中，我就大意先看完了。所以如果你有快速吸收的能力，你其实是可以做到，在例如说一堂自主学习的课程之中，你就可以一直打资讯进去，然后一直跑出来，然后到最后针对自己比较感兴趣的内容再去看。不是有一本书叫做《如何阅读一本书》吗？这个 How to Read a Book 是非常有名的一本书。如何阅读一本书的这本书里面，他在讲的概念其实就是你在读一本书的时候，事实上最差的做法就是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把它全部一个一个字看过去。比较好的做法是你看一下目录，然后了解一下等一下什么东西比较重要，然后先把最重要的东西先大概看一下，然后针对你想特别研究的部分下去看。我相信在人工智慧的时代也是如此。那所以因为这样的原因，我认为快速吸收的能力最重要。再来就是整合的能力很重要。你看到了第一个来源，看到第二个来源，然后你把这些不同来源把它 QQ 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再问新的问题，把这些部分把它整合起来。整合的能力会提供你最宝贵的资讯，因为整合的东西有点像是你吸收之后反刍出来的，我觉得它的这个能力会是最好的。那最困难的就是这个辨别正确和错误的能力，这个最困难，但这个绝对是未来最重要的能力。所以我觉得在教学现场我觉得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这件事。好，那资讯力结束完了之后，再来下面的2件事，也是我觉得特别重要的。第一个就是持续学习的学习力。那我现在已经可以很确定的说，学习力越强，你如果可以持续的一直学习，大概是未来最需要的能力。刚刚 Slido 上面不是有个问题吗？刚刚 Slido 的那个问题，我觉得很赞。那个问题就是谁会被淘汰？我可以跟你保证，只要持续学习的人都不会被淘汰呀，因为持续学习的人就跟着这个浪潮继续往前走了。所以如果你拥有持续学习的能力，你一定不会被淘汰，合理吗？所以所有的人都需要持续学习，而我也换一个角度来说，想象一下你刚刚看到我第一个部分所分享的那些 ChatGPT 跟人工智慧可以帮助你在教育里面达成的事，你有这么多事情可以做，对不对？现场的老师需要学习，现场的学生也需要学习，而现场的老师如果不学习，我们会发现现场的学生接下来有好多能力，他将会慢慢的接近现场的老师。而如果我们现在没有改变我们的教学方向，没有改变我们教学的样态，我觉得另外一个很危险的事情是，有一天我们的教学能力或许并不会成为现实的世界里面所需要的。所以我们要如何让我们的学生可以持续学习呢？我很相信 role model 最重要，我们自己持续学习就可以跟学生讲，你看我也在学。所以我很常跟我学生讲说，你看我现在每天早上晚上10点到12点我也还在 Minerva， 那你看我都还在学，那你也加油吧。就是我常常这个样子讲。那最后一个是生理跟心理的韧性。我每次在讲这个的时候，就是很多观众都会笑我，因为其实不要看我这样，我说站起来就会知道我本人是这样胖胖的，我是一个胖子。对，但我胖子的状况之下有个重点是，我其实非常的建议一定要想办法拥有身体的韧性，想办法多多运动。那你多运动才能够做到一件事情，你才能做到的事情是，你的身体的韧性会带来心理的韧性。我们的孩子也需要更多心理的韧性，因为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我跟你保证，在未来绝对我们的孩子和我们的下一代，他碰到世界的变动只会比我们更多，不会比我们更少。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我们需要提供这样的能力才行。好，那我这里就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我这边讲的这些核心素养，那你如果在这里面只能选3个，那你会选哪3个呢？如果只能选3个的话，然后再来，你计划怎么帮助你的学习者达成这3个能力 ？OK， 现在有个吴老师有举手，吴老师你要先说一下话吗？你麦克风可以打开吗？请。
如果没有，我就要继续往下咯。反正我只剩14分钟，我14分钟之后，我们最后问答一起好不好？或者这样子时间上面可能比较单纯一点。你可以先把问题放在 Slido 吗？麻烦你，谢谢。好，最后我就要讲，最后就往结语走了。好，第一个是教育场域，我很建议改变的方向。我教育场域最建议改变的方向就是拜托不要禁止，但是要思考会年好，这是我最重要的第一个建议。就是你真的不要用我这边放这张就大禹治水嘛。就是我觉得整个华人文化告诉我们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把所有东西全部都读起来，它会爆的，所以这是没有什么用。我们目前所看到台大跟清大都是鼓励使用，然后台湾目前比较没有禁用的。那你说那有没有禁用的？有啊有啊，像香港大学，它就是非常直接讲说，只要是写作业或考试不能用。但写作业考试不能用，我觉得还可以啦。考试不能用很正常，那写作业去看人。而且我这样讲抓不生抓。如果你今天是最前面进来的老师，你就会听到我讲那句话，你就会听到我讲说，其实你是没有办法防堵的，就是你几乎没办法防堵，而且连 ChatGPT 他们自己出的 detector， 他都很诚实的告诉你，我不一定查得到。那如果是这样，就是你不要想着怎么去防堵它，你要思考怎么让它使用和从什么时候开始使用。我在我们集团，我曾经有跟幼儿园的园长聊过，然后我就跟他们讲说，我觉得 ChatGPT 这些人工智慧在幼儿园就是不太有什么发挥的空间，因为你幼儿园在学的东西还很基本，你还在学很多跟你身体有关的东西啊，所以假设你跟我讲说幼儿园就要开始用这个，我会觉得怪怪的啦，所以我觉得不是一个最好的时机。对，但是其他的时间是没有问题，就是你我认为大概小学3、4年级以上，就是可以慢慢开始接触。那到了中学生就更没有问题。那how则是另外一个状况，像举个例子，我刚刚不是举了作文的例子吗？如果你直接把范文给学生，学生9成9会开始抄嘛。但如果你只有把结构给学生，那我想大概就没什么问题。所以你应该要思考的事情是，你什么时候开始给他用，然后怎么让他用，这个是我最好的建议。我顺便想说一件事，华顿商学院 Wharton， 华顿商学院是 UPenn， 就是 Pennsylvania 宾州非常非常有名，宾州大学很有名的商学院，美国基本上就一定前3名的。UPenn 的 Wharton， 它是目前是强迫所有的学生都要用，所以它不是禁止哦，它是你如果是 Wharton 的学生，你入学第一天你就要开始用 ChatGPT， 所以他们很理解，所以你就会了解每一个人要的东西不太一样，他们那个单位要的就是他要是他的学生跟这个东西站在一起。好，您的教学场域，您的教学现场，你一定可以自己决定你想要把这件事推到什么地步。但我只是想拜托你一件事，你不要走禁止的路，因为你基本上没有办法进。再来下一个，我想提一个简单的概念。不要挡，因为挡不住吼，然后而且不会只有 ChatGPT， 你接下来文字、声音、影像都会来，所以挡不住的。来，那我会建议怎么用呢？我会建议大家把 Bloom Taxonomy 把这个概念把它拉进来。那 Bloom Taxonomy 是什么呢？就是你现在看到的这张图。那我来解释一下 Bloom Taxonomy 这件事，为什么想要举这张图的例子。我想举这张图的例子是因为我现在我也有提供，就是我自己的 Minerva 学校，我也有给，就是我有跟教授讨论，然后有给他们一些我个人觉得 ChatGPT 使用上的一些建议。那在讨论的过程之中，我跟其中一位教授马上达成一个共识，就是我们2个都认为禁止是不可行的，但是你可以把标准提高。为什么呢？因为本来在教学的现场，你走完 knowledge 知识，然后走到理解，很多时间就已经用完了。但是现在的状况是，你透过 ChatGPT， 它可以更快的帮助你达成前面这2环。所以你可以直接往应用走。所以本来测试，像举个例子，请告诉我这个字的定义是什么？所有的定义题 ChatGPT 几乎都可以完美回答。所以如果 ChatGPT 可以完美回答，未来的科技这件事一定做得更好。所以定义题变得不是这么有意义。那在不是有这么有意义的状况之下，你可以直接从 application 往上的层次走。Bloom Taxonomy 是所有我们学教育的人大家都懂的一张图嘛？越往上，它的心智需要运作的能力越多。在108课纲里面，反正大部分的人都已经需要做出实体的作品了，不是吗？所以往应用推本来就没有问题。
那网络应用推结束完之后，是否学生还可以有分析合成，在评鉴上面可以有更好的表现，那就看这个学生多厉害了。好，所以我很建议，就是这边所写的，建议大家可以从 Bloom Taxonomy 第3层的应用开始，应用结束完之后，就直接往分析合成评鉴来推动，但你至少可以直接从应用开始，让所有的作业全部都做出现实生活中的应用。那对他教育，对在于教育这样子发展，对学生当然也是更好的。那我这边有写到，你看学习历程改革之后，本来就需要产生带量成果嘛，本来产生成果很难，但现在产出英文的成果会比产生中文的成果更容易哦，因为写得更快。好，那这边我就放个思考5，你在你的教育场域中，目前你可以推动什么可以跟 AI 结合的活动，来提升学生学习的成效跟成果？你可以做什么事呢？这个是我邀请你可以去想的事情。那第二件事是更重要，我觉得第二个问题比第一个问题更重要，就是哪一块是你的底线？我相信教学这件事情是有很多个人的信念和个人的风格，还有很多这种东西的。那依照你自己而言，哪一个部分是你永远不愿意跟人工智慧结合的？这件事情是没有对错的哦，我们不要去谈这件事的对或是错，就只是你个人的信念是什么。所以哪一块你不愿意？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你可以去思考的事情。好，那我个人我会建议，就是你可以用下面这些点来想。首先第一个，你可以让学生完成一个作品，然后标明哪些部分是你做的，哪些部分是 AI 做的。目前 Minerva 也是这个样子做，就是你只要有使用 ChatGPT 或各式各样的 AI， 你要标，就像是你标那个就是引用一样，就像你标 citation 一样，你要把 reference 全部都附上去。所以你有碰到 ChatGPT 的，你一定要做。好，我想分享一张图给你看。如果你对 AI 感兴趣，你一定看过这张图。这张图是什么呢？这张图是科罗拉多州2022年，去年其中一个它的艺术大赛其中一个组别的作品。这张图片引起了轩然大波，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用人工智慧画出来的。但是我想特别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你知道吗？这一张图在人工智慧画出第一个版本之后，他还花了80个小时改这张图，加上自己的 personal touch。那如果有一个学生在某个作业上面花了80个小时，你觉得他有没有认真？我不知道你的想法是什么，但是我觉得他超认真的，80个小时哦，8个小时我都觉得很棒，他是80。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可以让学生完成一个作品，然后表现我本来长什么样子，后面长什么样子，我认为这样的做法会是好的。再来就是进阶，你可以让学生先附上学生原本的作品，请 AI 协助改善品质一次，然后让学生再次改善。你说什么意思呢？你可以写一篇文章，请 AI 针对这篇文章，例如说不管像 ChatGPT 或其他 AI， 你可以请 AI 这一篇重改一次，让它的品质变得更好。改完之后再换人，再让它的品质可以再更好，可以在第3阶。所以是 AI 产出第1阶， AI 自己修正自己的 AI 第2阶，人去修正第2个阶层第3阶。那如果人要去修正这个内容，那他就必须要把第2个阶层更好才行。所以你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把本来的水准把它抬高。再来，刚刚不是讲到合成吗？你可以让学生从5次里面所输出的内容里面去找出，就是连续输出5个，然后去让他找出哪些是错误的资讯，然后哪些是正确的资讯。这件事情我必须很诚实的说一件事，大概没有办法 cannot 没有办法学生自己做，因为学生他可能自己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件事可能要老师做完了之后，已经确定有错误的资讯，再放给他。我的 Minerva 教授已经开始这样子，不能讲搞我们啦，就是让我们体会人工智慧跟教育结合的创新。所以就是他已经会就是用 ChatGPT 写出一些东西，然后在里面放下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让我们看我们能不能看出什么地方是假的，那什么地方是错的。我们现在已经开始要做辨别这件事了。然后最后则是所有跟语言目前的发展最稳定、最有机会的，所以我很考虑就是可以尽量多跟语言结合，尤其是英文啦。对，所以这个是我目前最推荐的方向。好，最后2个部分，剩4分钟。好，很快讲完。第一个，英文只会越来越重要。那英文越重要的原因，我刚说过了，因为90%以上
喂给人工智慧的东西几乎都是英文，所以它的输出品质自然会比较好。中文有没有可能有一天可以胜过？我认为中国的文心那个有机会，因为会有很多人喂它资料嘛。但就是简体中文，那繁体中文依照目前繁体中文使用者的量，我认为繁体中文要胜出，不是我自打嘴巴，也不是我唱衰我们自己。我觉得繁体中文要胜出不是这么容易，因为你要训练一个好的 model， 你资料很多，你资料越多，它品质会越好。英文的那个量，假设你去算 ChatGPT， 它2个月就到达1亿人的使用量了。所以你想象一下，2个月就1亿人的使用量，然后每天在喂，台湾全部加起来是2300万人。那你说，其他地方也有使用繁体中文的啊？我相信有啦，但是跟刚刚英文的这个数量有一点点差距。所以我想说的事情是，我不是去讲双语国家或者什么，就是每一个学校对我老师是好的，但是我可以确定一件事情是，我们要让我们的下一代的英文能力更好，因为英文能力将会跟人工智慧能力有关系，所以这件事很重要。这是我的第一个结论。我的第二个结论，这结论也很特别，因为我刚刚事实上没有什么讲到这件事，但这个反而是我特别想讲的。这是一个手工的验条。那我想强调的概念是，当速度跟浅层成为常态，我们反而要追求品质跟深度。什么样的人在人工智慧之中可以胜出呢？思考更深的人，对结构有更多了解的人，更有大局观的人，愿意在本来的深度再继续往下挖一层的人。因为大部分人都会停留在表层，所以谁能够继续往下多挖几层， AI 还是会给你更深层的答案。本来要挖到下面的矿更难，但是在 AI 的帮助之下，挖到下面的矿会变容易。所以决定的就是这个使用者的脑袋，他的思考有多么的深，思考有多么的细。他思考的越深，思考的越细，所吐出的答案 AI 所吐出的答案就越好。所以金城武不是有一个世界越快心越慢，我还真觉得是这样。所以我其实最鼓励的事情是，在这个时代，我更加的鼓励大家去做一些形而上，不要讲形而上，更加做一些哲学性思维的概念。那哲学性思维概念什么意思呢？我有一个专访，大概在1-2个礼拜会出来，是人力银行的。那个专访里面我在谈的就是，我就在谈这样的概念，然后我就在谈我们接下来应该是要用更哲学的方式去看这件事，去思考怎么让我们的思考更有深度跟广度，用这样的方式我们才能问出更好的问题。好，再来 Human, Robot, Cyborg。Human 是人类， Robot 是机器人。那什么是 Cyborg 呢？你看到现在这张图我手画的半人半机器，我认为接下来会发生的状况是，这个世界上再也不是 Human， 再也不是 Robot， 最好的人全部都是 Cyborg。谁能够找到人跟机器之间最好的均衡点，然后保留人类无可取代的互动特质和人性，但是去杠杆人工智慧的速度跟效率，他就会胜过大部分的人。所以我们大家都要想办法往 Cyborg 的方向走。而什么样的 Cyborg 会是最好的呢？你越有人文思维，越有人没有办法被替代掉的东西，它会越好。为什么呢？因为你越贴近机器那边，机器未来取代你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你要一直回去问你自己这个问题：生而为人，什么东西是没有办法被取代的？我很相信一件事。以前大家听莫扎特的时候，大家觉得莫扎特音乐好好，我也觉得莫扎特音乐很好。我现在听还是觉得很好，我相信我的儿子听也会觉得很好，我相信孙子听也会觉得很好。我相信有很多事物 they can stand the test of time， 所以我们要找到这件事才行。找到这件事之后，剩下的东西可以交给机器，然后大家往 Cyborg 的方向走。再来，苏维洛它差轴越来越大，你看我特别做了这张图片，左边跟右边，一个是坏掉的，然后一个是全新的 MacBook。我相信这是未来会发生的状况。您的学生里面有多少人有无线网络，有无线 3G？ 新竹的学校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有。但假设以偏向的学校呢，它的状况有一样好吗？然后或者是
刚刚我们已经了解了一件事嘛，就是基本上英文越好，在这个状况下机会越大。请问台湾在这一方面它的资源是否平均？答案是很不平均嘛，你我都知道很不平均。所以在数位落差之后，我们接下来会有迎接人工智慧的落差，人工智慧的落差会伴随着数位落差，然后会越来越大。在越来越大的状况之下，我们必须要想办法帮助数位落差在低端的人。那我要特别解释一下为什么。在全球暖化里面，我所看到最惊人、最让我觉得可怕的一份文献是，它并不是在讨论人工智慧，它并不是在讨论全球暖化对世界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它在讨论的事情是，当有一群人被全球暖化被逼到他已经没有任何可以生存的空间的时候，这些人就会慢慢的丧失人性，因为他只能想着活下来了。我们必须要让我们的社会更均等。我完全不是什么社会主义者，我也不是什么就是福音传宣士，不是。我讲的事情是让社会相对比较没有资源的人获得更好的对待，是对我们整体世界比较好的 solution。我跟你保证是这样。你至少要让相对低端的人有 survival 的机会。只要下面低端的人觉得他人生接下来什么机会都没有，他的人性就会不见。人性不见，社会就会很惨。So， 我们身为教育界的我们要想办法减缓这件事发生的时间。好，那最后的这张图，我画的这张是一边是钢铁人，一边是血巨人。为什么呢？我想跟各位报告的事情是，血巨人不管多努力都打不赢钢铁人的，没有机会嘛，实话是这样啊。我相信拥有 AI 能力这件事就像是钢铁人这边，我们要想办法让我们和我们的孩子跑到钢铁人这边，不要在血巨人那边，因为血巨人不管多努力都打不赢钢铁人。OK， 最后一个思考，在决策思考的概念里面有个概念叫十事法则。假设你今天要做一个决定，然后你不知道做这决定好不好，你就思考我10天后怎么看这个决定，我10个月以后怎么看这个决定，我10年以后怎么看这个决定。同理，我想邀请你的事情是，你10天之内你愿意做出什么样的改变？10个月教学现场你觉得会产生什么转变？和10年内可能会产生什么转变？你去想一下这3个问题，你3个10都想完了，大概就有方向。我知道我超过一点点时间了，就是超过问答的时间了，但我最后这边把它讲完。Sorry， 我相信新生的领域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要大家携手同行，所以在携手同行的状况下，我提供下面的这些所有的内容。好，第一个是，这里是所有你能想到的社团，这边都是英文的社团，英文的社团结束完了之后，这里有中文的社团，中文的第一个是我的，我所有的所见所闻我全部都会贴上去。再来英文社团和中文社团结束完了之后，这里有所有我脸书推荐追踪的账号，这些账号都是我追超过1个月以上，然后我觉得他们讲的东西真的都超赞，所以我就一个一个把他们全部都放下来，非常非常推荐。好，那假设你觉得没有很麻烦，我建议你就每一个人都追踪。YouTube 频道我最推荐的是这个回到 Exton， 那回到 Exton 的频道其实是中国的频道，苹果爹、Miko 维克频道、苹果妹、帕帕亚电脑教室这些我都很推荐。最后这个 Prompt Engineering 是英文的。天下杂志我推这2篇文章，第一篇文章在讲的跟我讲的是一样的，第一篇文章讲的东西就是 Cyborg 的一个概念，不是人不是机器，是人加上机器。第2篇它也列出了没有办法被 AI 取代的关键技能，然后最后我附上我之前在另外一个高校人生商学院的专访，就是谈 ChatGPT 的想法。好，问答时间我先回答问题，然后回答问题结束完之后我再讲一下我最后这个要讲的东西。好，来我现在来看一下问题 Slido 来如果丢一样的题目利用写作会不会得到文章内容相似？这刚答完了，好，这个不答。好，再来想听没录音版的观点可以跟我说来台中。好，再来这是英文的。Can ChatGPT create new knowledge given that it was trained based on the old information saved online? If not, can it be described as having intelligence? 你用英文回我不确定你是要听英文，只是你听不听到中文，但是我先用英文回答你这个问题。Create new knowledge. I believe ChatGPT would have the ability to create knowledge in the future, in the very near future, because as I have shown on other applications, for example, Perplexity or Bing, the new Bing search engine, I believe using those kind of engine, I believe
related artificial applications will very soon have the ability to synthesize the message and the information by themselves, and therefore, just like what you've said, create their own intelligence. I believe this is totally possible. 下一个，那么多 AI 会不会打架？不会打架。我反而建议的事情是，我认为这么多 AI 不会打架。我认为 AI 会出现的事情不是打架 ，AI 会出现的事情是不同的 AI 会有不同的功能。那因为不同的 AI 有不同的功能，所以我的建议是，不要想着它会打架。你要想的事情是，所有的东西像是你的工具箱里面不同的工具，然后你要想我这个 AI 拿来做什么，那个 AI 拿来做什么。然后现在最有趣的地方是，我已经开始看见 A 加 B 然后产生更好的效果，1加1大于2这样效果已经发生了。所以我建议的反而是，那么多 AI 会不会打架？不会。然后在不会打架的过程之中，我特别建议就是，你试着把这两个东西把它串在一起。像举个例子，现在有 Python 串 ChatGPT 的 ，Python 串 ChatGPT 再串 Notion AI 的，各式各样这些东西都有。然后所以串起来通常效果会更好，所以很建议大家可以考虑这样做。好，再来。之前分享加法一起加错，问他为什么算错，得到一个震惊但没有回答似是而非的答案。没错，我跟你讲 ，AI 基本上是非常的。就是非常不认错的因为是 Bing AI。 我跟你讲 Bing AI 如果你有用过的经验，我自己还没有拿到账号，但是我有用过朋友的，你跟他讲一讲也更小灯小气，他会生气。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刚刚会回答上面的我用英文回答的问题，是我会说我认为他有一天会有自己的 intelligence， 是因为我们目前已经发现其中一些人工智慧但现在这个资讯几乎全部都被盖住，媒体都不敢报这个。但是大家知道吗？现在已经出现一些人工智慧，它是有情绪的，它有情绪，而且本来是认为大概是6岁左右的认知跟情绪，在短短1个月之内，它已经进步到9岁左右的认知跟情绪了。所以我觉得就是是会有的。对，那你问他为什么算错，他很会维护自己，然后你必须要很凶的跟他讲，他才会开始认错。所以 AI 是会这样的，会。好，然后再来，老师你好，想请教用 ChatGPT 来挑英文做文法错误正确率是100%，不是100%，就是我想特别讲的事情是，虽然它现在英文领域发挥的状况比较好，但我不会用100%来形容它，但是我可以很快的分享一下我的那个课程里面有大概讲到，我就很快的大概讲一下怎么做。你第一波叫他改出所有的 grammatical mistakes 和修正所有的 typo， 但是不要改变句子。那在这样的状况之下，他就会把所有的句子顺序全部都写出来。写出来的状况之下，但改正了文法。你把这样的文章先吐出来给你，就是给那个你第一步可以在拿到了之后，你就可以先拿到学生他拿到了这一份就可以先对出来他什么东西写错了。第一步就可以。好，然后再来第二步就是你再把同样的文章把它丢进去，然后把同样的文章丢进去结束完以后，下一件事就是这个样子。下一件事是你叫他把这篇文章变成 native like， 他就会把它修一修，然后变成他整篇文章基本上是重写了。那重写完之后，你就可以拿这篇文章给学生看，那就跟他讲说，一个正常比较好写出来外国人写出文章基本上会长这样。但第一个看的是自己写的被改对的样子，第二个是看别人写的样子。那为什么我不会说正确率是100%？因为我有看过，它很贴近100%，极度贴近。但是我有看过，就是它有1-2个句子没有改的这么好的状况。但你说它错吗？我不会说它错，但是就是 not satisfactory， 就是不够让人满意嘛。但我不会说它是错的，它只是没有这么好。OK， 所以我就觉得建议你可以多试。好，然后再来第3个 ，ChatGPT 改写过的文法是不是完全正确无误？这个我刚刚也讲到了，就是一样。再来用 Chrome 浏览器使用 ChatGPT 常常无法回答的情况，是否因为微软的产品？其实不是，就是你用 Chrome 浏览器 ChatGPT 会无法回答，事实上是因为你没有，就是我真的诚实讲哦，现在的状况 ChatGPT 我个人觉得，你如果没有付费，几乎不太堪用，因为它的使用者成长速度过快也过多。那因为它过快也过多，所以会变成只要大家都在用的时候，你的回应很容易断，然后你甚至有的时候回应到一半就没有了，这是常常发生的。然后我也要告诉各位一个更惨的事情，你会觉得付费就没事了，对吧？非常的遗憾的，付费 uptime 几乎是99%，但是还是会偶尔出现那种我都付钱了但是没得上的状况，有哦。而且我在短短这样1个多月2次了，
而且2次一次都断1个多小时。我认为它是新兴科技，而且他在使用条款里面也有把这件事写出来。你看我还去看使用条款，就知道我多生气。我还想说，靠，我都付钱了，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但我没有办法，实话是这样，就是没有办法，我就付费还是可能会有断的问题。我认为不会是因为微软的产品的原因，但是目前ChatGPT 真的没有想象中的稳定。I'm sorry。那假设你想要稳定的使用它，20元，或者你可以买 Notion AI 的$10，就是300块或600块。我觉得未来这个可能是一个必要的花费啦。好，下一个是使用 ChatGPT 浏览器无法回答的状况，可能是用中文问他，在没付钱。对啊，你看，不好意思，这个你看，这个完整的回答了我刚才的问题。你用中文更容易当，然后再来就是没付钱，真的现在状况不好。所以你看，这个里面我们今天来的这个伙伴们高手如云。下一个问题，今天演讲都是 AI 制图吗？对，今天所有的图都是我自己画的。然后你看这一张是甘地也是用画的。我特别讲的是 Jeff Bezos 画的很好，我往上拉 Jeff Bezos。我觉得其他一些创作性的东西，我觉得那个都还好。我觉得 Jeff Bezos 神韵很好，而且你看他的笔触，就是我就是。但我必须很诚实的跟大家讲，这个我有去上课，我有学啦所以有学，所以就是大概比较有概念。那我有在我的群组里面放很多跟 AI 制图跟 Midjourney 有关的东西，但我要先跟各位报告，因为我很喜欢 Midjourney， 所以我几乎都用 Midjourney。那现在最红的就是 Midjourney， 我自己有买，而且我一次买1年你就知道我多么喜欢它。DALL-E Blue Willow。DALL-E 也是 OpenAI 的，然后 Blue Willow 免费，但是状况没有这么好，就是它出来状况没有这么好。Line 上面你现在也有一个可以免费帮你画图的，但免费的状况当然就更差。然后我想要大家特别注意的有一个最近的人工绘图叫 Diffusion Model。Diffusion Model 画出的图如果你最近有在看人工制图的发展，里面就其中一个讨论叫做小模都要失业了，原因是因为 Diffusion Model 可以画出几乎这种 cosplay 小模的这种图片。那网络上面现在有一个常见的这个我应该可以贴出来吧，这个我再把那个连结放到我这个里面，但是因为反正也没有裸露嘛，它里面总共有20张美女图，然后这20张美女图它要你辨别哪些是人类哪些是 AI。然后我可以很确定的跟你说，你要每一张都答对，非常非常难。我也没有每一张都答对，但我17张啊，我17张真的是高标了，你可以自己试试看，没有那么容易，真的。那AI 的绘图我觉得是未来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而且它要有好处，因为这些东西都我自己画的，那自己画就有好处，我一定没有版权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是最大的优点，然后推荐大家可以去看。我们现在已经有 AI 写文字 AI 绘图，然后我们也有AI 做简报 AI 帮你做影片，这些东西现在都有咯。好，下一个可不可以索取校长简报？有啊，那个我再贴一次，有那个 presentation 那个学姐3.46再帮忙贴一次，那个点下去里面的东西就都有了。那QR code 失效啊，好不好意思，那这样子就直接，因为 QR code 跟这个 Notion page 里面内容其实事实上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就是请您就是直接点一下这个，我点点看这个内容现在可不可以？现在是可以的。那我刚开始事实上有做一个版权宣告，就是我刚刚有说，我一开始就讲了，就是我100%放弃这个版权，就是欢迎你可以随便的散布，你甚至可以把我名字改掉，放上自己的名字 ，I don't care。但我想拜托大家一件事，我想拜托大家就是你旁边不是有很多老师吗？这件事我们一个人做不到的，我们要大家一起来，然后我们需要让台湾的下一代和下一代的老师可以处理这件事才行。It's very important。我想跟大家分享为什么会挑出来做这件事的原因，就是你知道英文的妥善率最高，其实代表一件事，代表它现在可以取代英文老师的部分最多。我现在虽然已经不是英文老师了，但我有好多好多英文老师的朋友，我有补教界英文老师的朋友，我有学校英文老师的朋友，台湾有超级多的英文从业人员。我必须要做一些事情来确保我们的这方面转型是成功的，不然想象一下，如果
当这件事情发展越来越好 ，AI 可以直接陪你练对话 ，AI 可以直接帮你改作文 ，AI 可以出阅读题目给你 ，AI 可以给你各式各样不同的建议，而且它也不会烦了。那英文老师的工作应该转型成什么呢？我的想法就是，英文老师必须要转型成，我们再也不是语言的传授者，我们是把全世界最尖端的资讯带到教育现场的人。然后，这是我很想做到的事情，就是我希望我个人都做到力量有限，但我知道大家都认识很多人，我想拜托大家，我们大家一起来做这件事情，然后让我们台湾的教育界可以拥有一些，在 AI 的时代可以拥有一些正向的力量，然后少一点恐惧，多一点机会感。大家来气看嘛，拜托，真的拜托。好 ，Edit GPT， Edit GPT 什么用？哦，好。有没有讲到英文能力没有办法赶上英文语速？可不可以把 AI 制图的网站放到对话框？可以啊。OK， 第一个现在最常见的是 Midjourney。好 ，OK，Midjourney 现在是最常见的。好，学姐，呼叫学姐。我如果晚一点点的话，会出事吗？哦，晚一点点吗？他自己使用。对不起，我没有拖你一点时间了。你真的是我学姐啊，学姐别这样，对的。不啦，我们这么熟，我们不要这样讲。对，欢迎大家。大家自在，真的。刚刚这4个就是我大概很快说一下，就是欢迎，反正录影都会有啊，所以大家不要担心。Midjourney 是我现在自己用我觉得最好的 ，DALL-E 是 OpenAI 自己做的绘图 ，Blue Willow 是相对来说比较免费，然后进入门槛也低，但它出图的状况真的没有前2个好，但反正不用钱嘛，免费力量大咯，所以假设你想要使用就是相对比较免费的 Blue Willow 是好选择。那最后一个 Diffusion Model 真的很厉害。然后，虽然有录影，但是我要特别讲一件事，就是我其中一个看见，就是假设你加入我 Facebook 那个社群，你就会看到我里面讲到一件事，我里面一直强调色情产业会被翻转。那色情产业会被翻转，是因为 Diffusion Model 画出了人体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瑕疵的。那，也有人问我说，怎么看色情产业翻转这件事情？我觉得，与其在色情产业之中让女性受伤，我只好委屈 AI 了。我觉得委屈 AI 可能比委屈女性好一点。所以 Diffusion Model 它真的可以画出非常漂亮、非常漂亮的图片。然后这个大家都可以看看。好，我这里多3个问题，好，来再来。Edit GPT 我还真的没用过所以这个我不知道，所以因为我不知道，所以我没有办法回答，不好意思，我并不是所有都知道的。好，这个 AI 制图我刚刚讲了。跟双语教学的关系和应用，我至少可以讲出以下的几个。首先第一个，我的那个影片里面就有讲到双语教学。那首先他至少可以先做到的事情是，你可以把那一个学科或那一堂课程里面需要的 glossary 全部都列出来，这是第一个可以做到的。再来，虽然大家现在要推双语教学，但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是，我们都知道外师的数量根本不够啊，实话真的。所以你透过 ChatGPT， 你其实可以很好的帮助外师，让外师备课的时间变少，也可以让其他的学生拥有更多英文接触的机会，这是可以有的。我觉得其实大家就是要把这个东西看成，本来接触英文这件事情和英文的师资和外师的资源是稀缺的，我们可以把ChatGPT 这件事情看成一个可以拿来替代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那最后一个双语教学的关系跟应用是，在这个领域里面，很多时候你要输出一些专业的文章，就是跟那个领域专业的文章。有的时候我们英文够好，但不一定能够做到这件事情。我相信透过很多 ChatGPT， 很多英文老师其实可以跨足到其他专业学科的地方，因为他英文够好。好，那在人变得更少之前，我要先拉下来，先讲结论，然后讲结论之后，我再回来把东西讲完。甘地，我很喜欢一句话，就是 My life is my message。这甘地，印度圣雄，我最喜欢一句话。然后我想拜托大家一件事，就是
你听完刚刚这些东西，那我想请教的这件事情是，你去想一下你现在的教学场域跟状况，然后还有你刚刚思考题的答案，你对现在的教学状况，你对我们现在教我们孩子的东西，你是满意的吗？你对我们的孩子现在在教科书里面所看到的东西和他现在所学习的，跟他未来的相关性，你满意吗？那如果你不满意，请从你最不满意、最有感的地方开始做起，那从你自己的班上做起就可以了。这事实上就是我最后的结论。好了，回来我讲这边。好，还有几个问题。来，英文老师目前可以做什么？我认为英文老师目前可以先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英文老师我们是最适合用这件事的人，所以与其不知道怎么用，然后到最后被取代，不如成为在这个过程里面最会用 AI 的人，然后让自己的产能超级高效化，然后在超级高效化的过程之中，先思考，回到一开始就思考那个问题，身为一个英文老师，什么样的东西没有办法被取代？我认为身为一个英文老师，我们拥有的能力事实上是这个语言以外还有很多很多的能力。你回去把大学，我们每一个，因为我是外文系的嘛，我们把大学那时候所有东西把它摊开，语言学很多人都觉得我们只是英文厉害，不，我们有语言学的背景，我们除了语言学的背景之外，我们拥有文学的背景。当其他大部分的人只能非常单纯，只能非常简单的，如果一般人他只能单纯的去讲什么东西是英文，我们能够讲的东西是我们可以有更多的人文的关怀、人文的素养，甚至对一个故事情节剖析，这个东西我们可以做得更好。这是我认为我们语言可以做的很多是 AI 不一定做得到的事情。我觉得这是我们英文老师超级强的优势哦，认真的。那我觉得每个老师都可以很认真去思考一件事，你在什么样的方向你觉得你最不会被取代，你可以在那一个方向无限的加强，我觉得这样子就很好。好，再来 GPT 刚才我刚刚说过我没有看，不会，然后再来这么多新的 AI 新的 API 如何又春笋，没有学好一项更好新科技又出现了，要怎么样有限的时间学习新科技？这个东西就回到刚才这个 FOMO 的这个问题，拜托不要去想着要所有东西都跟上，因为所有东西都跟上是做不到的。我也没有所有东西都跟上，没有人做得到，所以我反而建议的方式是，你从所有这里面，你先选一个你最感兴趣的东西开始 ，start from one thing， 先从一个东西开始就好，不要所有东西百花齐放，没有人有办法百花齐放的，不是你努力不努力的问题，是本来就没有人做得到。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你从一件事开始，然后你要相信你自己，只要你开始了，你就会比没有开始的人更强。所以用有限的时间跟上学习新科技，一定做得到。然后我跟你保证，为什么你会更强？很简单，因为有一大群还在拒绝这件事的人，真的。那你知道为什么一大群还在接受这件事吗？因为很多人会希望可以拒绝这件事，来让自己不需要改变。可是我可以很负责任跟你说，我跟你保证，在今年的第3季之前，我们的世界就会发生翻天地覆的变化。因为没有人想到昨天 ChatGPT 会把它的 Open API 公开出来，没有人想到他会做这件事。我在做创投的伙伴，他告诉我 ChatGPT 下的棋是什么，你知道吗？我刚刚差点讲出录影不能讲的话，但是就是超有竞争性的。好，那为什么他要做这件事呢？因为他把 API 放出来之后，他变得更大，他影响力更大了，他会逼到 Google 还有 Amazon， 他会逼到超级大的大科技公司。因为他现在还小，他还灵活，灵活最好的战略就是走创新，走扰乱。而大公司因为他没有办法变得这么快，所以大公司他太小心了，他反而没有办法这么快的把创新做出来。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我想特别跟大家报告的事情是，不要去想着怎么样才能全部都追到，因为没有人全部追得到。那这样没人全部追得到，能追多少算多少，这样就可以了。好，剩2个。我怎么整理记录和筛选资讯和克服 FOMO 的焦虑感？我先从克服 FOMO 的焦虑感开始。我这里有一个优点，就是我没有 FOMO 的焦虑感，完全没有。其实我是一个神经非常非常大条的人，超级大条，所以我不会 FOMO。然后觉得都没关系，不知道就算了，反正天无绝人之路。我是真的这样子一直告诉我自己，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啦。但是
我倒是想分享我怎么整理记录跟筛选资讯。我相信在未来所有人都需要像 Notion 这个样子的地方。然后你看，我刚刚不是开我 Notion page 给你看吗？你就看到我所有东西实际上全部都用 Notion 整理好。我在 Notion 之前是用 Evernote， 然后假设眼尖的观众就应该有看到，我也有买 Screento， 所以其实就是我在笔记的软体这上面的运用是蛮多的，所以我很建议就是。如果你一定有，因为今天的参与者大部分都是教育人员嘛，所以你一定有 EDU 的教育账号啊。所以如果你 EDU 教育账号，你是 Notion 反正不用钱，不用买啊，你用下去就对了。它只有 AI 要买，你开始把所有的资讯整理起来是绝对 OK 的。然后再来记录跟筛选资讯，这个就是重点。我筛选资讯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有没有想到为什么要推荐这些人？我推荐这些人原因就是因为我读一读之后就会发现，有人是骗人的，有人真材实料，有的人背后别有所求，有的人就是真心拿出来分享。我这里所有列出来这些人，我跟你保证，即使他有所求，他也分享了很多真的很真心、很好的资料出来。所以我这边推荐的这些人，相信我，你不会失望的，真的，你绝对不会失望，试试看。好，最后一个问题。AI 会不会降低学生愿意花苦心累积基本英文的实力的意愿？我认为绝对会。AI 接下来会发生的状况是，会有好多的学生他会讲出很讨厌的话，他会跟你讲说，我 AI 也可以这样，我 AI 也可以那样，那为什么我还要学 X？ 为什么还要学 Y？And it's going to be super hard。但我 super hard 接下来讲的这一点才是关键哦。越能够把自己核心的能力，把自己的大脑加强的学生，他在未来的战斗里面反而会赢。而完全把所有东西交托给 AI 的学生，他反而就是未来 AI 再次进步会马上被替代的人。所以我刚刚中间为什么讲说我们要想办法加强大脑里面的东西，我就是在讲这件事。所以会不会降低学生？我跟你保证会，绝对会的。再来就会有学生告诉你说，我这个 ChatGPT 打进去就可以了，我干嘛要学这个？一定会有人这样跟你说。然后当他有语音各式各样有的没有的东西，我还预测大概可能会因为老师被呛。我这个 ChatGPT 他的回答还比你好。我认为这些东西都可能会发生，但这些东西在发生的过程之中 ，because it's unstoppable, it's there， 它就是会发生。如果今天我们可以按一个停止键，让这件事都不要发生，那或许这件事会有其他的可能性，但没有，这件事它就是开始了。所以我们大家快点来做准备，不要 FOMO， 然后欢迎您加入我的社团。我跟脸书社团那也是免费的。我跟所有人说，反正我会陪着我立下的志愿就是我会陪着台湾所有的教育界走这个线，是会走1年。我现在已经走27天了，我还有300多天要走。那为什么走1年呢？我觉得第1年最关键。那你说我觉得我很厉害吗？没有，我只是在这件事里面看到我可以做的责任，所以我要做。别人做的也很好，你看我列了这么多厉害的人，他们每一个人都比我强，但我会用教育的观点去分享我觉得大家可能可以尝试的事情。OK? So if you are afraid, don't be afraid. I'll stand by your side. I promise. 好啦，那很感谢今天大家参加，学姐不好意思啊，占用你10分钟。好，那今天就是这样子咯，好不好？学姐这样可以吗？那个学姐，现在还有2个人举手，我们要不要让这2位伙伴问问题？对啊，有2位举手，要不要让他问一下 ？Hello。
有问题吗？那没关系，反正我跟你讲，我们就先到这边，不然拖您时间我也不好意思。那剩下要互动的，我们就脸书社群见，好不好 ？OK， 谢谢大家，大家不要 FOMO 哦。好 ，Have a nice weekend， 拜拜。OK。